叶软在萧氏房中用过早膳后，便带着半夏和冬青出了门。请问可是叶府大小姐？正是。有人为小姐安排了2楼的雅间，请小姐随我来。叶软顿了顿，似想到什么，点了点头，随那管事上了楼。叶大小姐，您来了。你是？我是景王身边的常毅，昨日与叶大小姐有过一面之缘，为方便出行易了容。叶小姐可有印象？自是有的。可是王爷命姑娘在此。是。昨日姑娘说过有意相助王爷，王爷说既是自己人，便该将所知之事告诉于您。今日王爷命我前来，便是让我带小姐去看一出戏，小姐可愿与我前往？自然是愿意的。不知姑娘要带我去何处？就在这醉仙楼中，小姐先在此稍候片刻，我布置好后，稍后会来再请小姐。那便有劳姑娘了。大概过了半个时辰，常毅再次走了进来。叶大小姐，请随我来。常毅带着叶软由一条暗道行至3楼一个房间。两人进入房间后，常毅便带叶软行至墙角，将一枚铁质月牙形状的东西嵌入那雕刻的屏风之上，然后一个3指大小的圆形小洞便在墙上凭空出现。墙对面似是被纱幔挡住，虽模糊，却依稀可见房中一切。叶软心中骇然，若他记得不错，这醉仙楼私下可是君离的产业，是君离用来打探消息的。只是怎么如今看这架势，竟是属于景王。君离哥哥，嫣儿，这才几日未见，怎的感觉消瘦了许多？嫣儿虽为了王爷做了违心之事，但文姐姐死了，嫣儿终究愧疚难安。这几日都跪在家中佛堂为文姐姐诵经祈福，斋戒抄经，希望文姐姐能原谅嫣儿。我知你心善，只是事已至此，你又何必自苦？那云文病痛缠身，原也是活不长的，我们这也算是提前帮她解脱了。可是这毕竟是一条人命，嫣儿心里好害怕，也怕王爷觉得嫣儿心狠，对嫣儿生了厌恶之心。胡说，这事是本王与母妃的意思，若非你真心心系本王，又怎会愿意为了本王手染鲜血去做这些事？本王又不是那不识好人心的蠢人。可是外间的传言传得好难听，嫣儿真不知以后该如何自处。你放心，那李姑姑有一族亲，曾经与云府小公子云奇有过过节，明日他便会自行去府衙认罪，说是他篡使李姑姑行报复之举。这流言要散去，如今只是时间问题。王爷真厉害，这么快便想出了解决之法。王爷，这次折损了李姑姑，贵妃娘娘可有心生不满？君离的眉头顿时不由自主皱了起来。嫣儿，母妃诚心为我挑选了正妃人选。怎会这么快？贵妃娘娘为了殿下这般殚精竭虑，真是让人动容。只是嫣儿能知道贵妃娘娘为殿下挑的是哪家小姐吗？是许太傅府上嫡出的2小姐徐子衿。太傅府？去了一个将军府，又来了一个太傅府，这来来去去，我不过是为他人做嫁衣罢了。王爷可答应了？嫣儿，父母之命我哪有反抗的余地？你放心，纵然娶了正妃，你在我心中也是最重要的。嫣儿知道王爷的心意，也知道自己的出身配不上王爷，只要王爷心中有嫣儿，来日身边能有嫣儿的一席之地，嫣儿就心满意足了。只不知王爷与那许小姐的事进行到什么程度了，可有嫣儿能帮得上忙的地方？云文新丧，母妃虽然有心，也不好太早向父皇提及，可能还会缓上些时日。还好还有时间，只是我也得尽快行动了。王爷，嫣儿也有好消息同你说。哦，什么好消息？嫣儿已经想到办法，能讨得太后欢心了，到时候说不定能帮上贵妃娘娘。当真？自是当真。太后寿宴之上，我一定给殿下和贵妃娘娘一个惊喜。嘉贵妃一直有一个心病，就是那皇后之位。嘉贵妃虽掌管凤印多年，却一直只是贵妃。可是皇上向来孝顺，若太后开口，她定会听从。她相信，只要她能攀上太后这棵大树，嘉贵妃也一定会对她另眼相看的。好，若真的如此，的确是个好消息。来，嫣儿，这些都是醉仙楼的新菜式，你多吃些，回府后可不要再为难自己了。
谢王爷垂怜。叶软见君离与叶嫣开始谈论风月，便由长意带着回到了2楼。回想着叶嫣的话，叶软心下了然，今天早上的事果然是冲着太后去的。不过叶软不明白，若仅凭治好太后头风这一点，断不可能被太后抬举至那个地步。他记得太后寿宴1月后，叶嫣便被封了县主，还时常入宫陪伴太后，一时风头无两。其中肯定还有什么他不知道的事情。叶小姐可是有什么疑问？确有一事，不知姑娘可否带我问一下王爷，太后娘娘的生平，有什么对她重要的人、事或者物件？好，待我回去便为小姐转达。今日还要感谢王爷的安排，否则我都不知道他们不仅害了我母亲，如今竟然还和宣王勾连在了一起。无事，王爷说了既是自己人，自然应当互通有无。今日王爷交代的事我已办完，便先告辞了。好，我今日原也是要出来办事的，便同姑娘一起出去吧。大姐姐，今日谢谢你了。方才他那一脚是想要重伤你，你可知道？我知道，可是他们重伤三姐姐在前，便是再来一次，我还是会站出来。你就这么相信叶嫣和萧氏？大姐姐，你怎么这么称呼母亲和三姐姐？从前你不是也和三姐姐感情极好的吗？是不是舅舅舅母说了什么，让你误会了他们？大姐姐，你可千万不能听了外面那些谣言。宁儿，你真觉得他们对我们姐弟是真心？那是自然。那我问你，你方才为了你三姐姐出头，至于那般境地，闹得这醉仙楼的人都来围观，无人不知。若他在此，会如何？自然是会出来帮我。三姐姐自来疼我，就连我被父亲罚跪时，她都会心疼的流泪，恨不能以身替我。还有大哥，我学业差，在书院被人嘲笑时，也是大哥替我出头。若他们知道我被人欺负，必会替我出头的。若我告诉你，你口中帮你疼你，恨不得以身替你的三姐姐和大哥，今日都在这醉仙楼呢？胡说！若他们都在，岂会看我被人欺负？你若不信，便留在这里坐上片刻，看看他们究竟会不会出现，我又究竟有没有骗你？不可能，定是大姐姐眼花看错了。你不信我也无法勉强。今日我还有事，便先走了。回去我会让冬青给你送些伤药过去。你可以继续相信他们，只是若你还当我是你的亲姐姐，今日我给你说过的话，你便不要讲与他们听。你只仔细想想，若叶嫣真心待你，那她除了在你面前哭几声，可曾在你犯错时在父亲面前替你辩驳过？若叶之凡真心对你，那每次他为你出头后，你在书院的境遇可曾变好？还是只是换得了别人对他的赞赏？若萧氏真心待你，为何他亲出的叶嫣、叶之凡俱是名声在外，深得父亲爱护，而你我却声名狼藉，为父亲不喜？你不需要向我解释什么，我也不求你即刻就能够改变从小相信的一切，只怕你好好看清今日一切后，能留3分戒备之心，不要一腔真心被人当了傻子。还有，你那身边的书童，可是萧氏指派给你的，平日他也没少撺掇你玩物丧志吧？今日碰到了应查，他如今人在何处？你那些所谓的朋友又身在何处？你自己好生想想吧。叶软说完，便带着冬青和长意走了出去。午后的阳光更甚，叶齐宁就那么呆呆地坐在原地，望着叶软指给他的方向。他想，他不应该这般怀疑三姐姐和大哥的，可是大姐姐那双眼睛太过坚定，让他心中不由想信服。也罢，他就听大姐姐的，等上片刻又如何？不过一盏茶时间，2道身影就出现在他的视线里。那女子虽面纱遮面，但眼中笑意盈盈，是他所熟悉的三姐姐的身影。几人方走出门，便听到1楼大堂传来一片嘈杂声，而且叶然隐约间还听到那嘈杂声中夹杂着一个熟悉的声音，那声音是叶齐宁。刚好有小二上来安抚2楼客人，叶软一问之下才知自己并未听错，原来是1楼有人谈论云文的死牵扯到了叶嫣，而那几个公子觊觎叶嫣美貌已久，趁机说了好些下流的话，刚好被一旁的叶齐宁听到，他一气之下便出来与人理论，言语冲撞之间竟动起了手来。刚才不是很硬气吗？怎么现在不出声了？
你们就是打死我，我也要说，我三姐姐没有做过的事，你们凭什么污蔑于她？哼，还真是嘴硬，我倒要看看是你的嘴硬，还是我的拳头硬。曹子昂说着，便又上去给了叶齐宁一拳。曹公子，还请手下留情。你是谁？我劝你不要多管闲事。曹公子稍安勿躁，我是叶齐宁的姐姐，叶府大小姐叶软，并非多管闲事。呵，原来是这废物的姐姐。叶齐宁是个远近闻名的纨绔，没想到这嫡姐也是个无言女啊！这还真是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呢。公子慎言，我父亲好歹与令尊同僚一场，若将场面闹得太难看，想必公子回家也不好交代。哼，是他动手在先，便是说破了天我也是有理的，你少拿我父亲压我。胡说！要不是你们先出言侮辱我三姐姐，我怎会动手？大姐姐你不用管我，她不过是狗仗人势，不敢真的拿我怎么样。曹子昂，你有什么冲我来？你不过是仗着人多罢了，你是个只知道躲在人身后的懦夫。曹子昂见他还敢出言不逊，似被踩到了痛脚，眼中闪过凶狠之色，抬起脚便向叶齐宁胸口踩去。长义身影一闪，便将曹子昂踢翻在地。跟随曹子昂的一行人见状，上前去将曹子昂扶起。曹子昂有些忌惮地看了眼长义，这个看上去平平无奇的女子，身手快得惊人。今日她未带护卫出行，想来不是她的对手，不由脸色更加难看。曹公子，得饶人处且饶人，不如大家各退一步如何？曹子昂不死心的又看了一眼长义，却只见他眸光冰冷，让人心中发寒。他思忖了一瞬，只得借着叶软的话顺坡下驴，对着叶齐宁冷斥：哼，下次别再让我见到你。而后便带着人扬长而去。二弟弟，这些都是外敷的药，你回头寻下人替你涂抹在伤处，还有些内服的药，我回头命人煎好了给你送来。多谢大姐姐。听闻二弟说，今日大姐姐身边有一个身手了得的女子，线下怎都没见呢？二弟弟说，那人一招便制服了那曹子昂呢。嫣儿也好想见识一下这般女中豪杰呢。大哥说没见过那女子，母亲听大哥的描述，也说不是云府送来之人。我得打听一下他的底细，万一云府还派了什么人在叶软身边，而我们不知，岂不是不知何时便会吃了个闷亏？他是二表哥识得的一位江湖中人，武艺高强，之前在云府有过一面之缘，今日在醉仙楼偶遇，他便刚好出手相救而已。如今人已经走了。原来如此，那还真是可惜了。叶烟话音刚落，便有明显的脚步声自外间传来。逆子，听闻你今日与曹家二公子动了手，还不给我起来，随我去曹府赔礼道歉。老爷，灵儿方才已经知错了，您消消气，别与小孩子一般计较。哼，小孩子，他如今已经11了，知凡11岁的时候已经通过童生试2年，准备院士了。他如今连考个童生都不过将将合格，好不容易才进得国子监，他究竟有哪点像我叶世安的儿子？我本就不爱读书，是父亲非要逼我读的。父亲若是不认我这个儿子，即可将我赶出去就是，免得我再丢了叶府的脸面。混账！来人，请家法，先给我打他20大板。顿时便有下人应声而去，叶齐宁也不怂，一副有种你就打死我的做派。父亲，您方才一进门便只顾斥责弟弟，可有问过弟弟为何与人动手？这还用问吗？竟是他寻衅滋事。父亲，今日醉仙楼发生的一切，我亲眼所见。弟弟之所以和曹家公子大打出手，是为了三妹妹，并非有意寻衅滋事。若父亲因此带弟弟去曹府赔罪，不等于向外人承认三妹妹确有错处吗？父亲只说弟弟不像您的儿子，可软儿以为弟弟此番为了三妹妹出头，不过是遵从父亲往日教导我们的手足之情罢了。叶世安闻言一怔，他方下朝才进门，便听管家回禀说，叶齐宁在醉仙楼喝多了酒，寻衅滋事，和曹尚书家的公子动了手，并未提及与叶烟有何关系。软儿，你这是说的什么话？你父亲不过是一时之气，我们劝着便是，不会真罚了您而去。你怎的还跟着你弟弟一起拱火？夫人这话不对，奴婢虽由云府出入叶府，但在府中也常常听闻云夫人说叶府对待大小姐与二公子如何如何好。但奴婢方才所见，
老爷自进门起便不问青红皂白，是只要对二公子动用家法，对二公子满脸的伤不闻不问。大小姐不过是为二公子分明几句，怎能说是拱火呢？方才夫人也不是说，便是拼着大少爷与老爷的前程不顾，也要去曹府替二少爷讨回公道吗？怎得如今也不替二少爷分辨几句，反而一味的责怪大小姐呢？他说要去曹府问罪，这话当真是你说的？老爷，方才我只是见宁儿受伤，心中疼惜，才口不择言的，还请老爷息怒。那阮儿方才说的，这个逆子是为嫣儿才与人打起来，又是怎么回事？管家方才可不是如此说的，他如今因着嫣儿与之凡对萧氏极为宽纵，将府中全权交与他打理，但他愿意给萧氏体面是一回事儿，若萧氏连同府中下人欺瞒到他头上，又是另一回事儿。父亲，外间关于三妹妹的流言，你应已听说。今日那曹公子便是伙同一群官宦子弟，带头在醉仙楼挑起舆论，重伤三妹妹，还觊觎妹妹美貌，口出污秽之言。二弟弟是看不过去，才与人起了争执。叶世安闻言不悦地看了萧氏一眼。这时下人拿着行家法的棍棒和凳子回来了。叶之凡见父亲看母亲的脸色不善，父亲可以对有些事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但绝不允许被人蒙骗利用。父亲，今日之事只因二弟所起，起因是三妹妹，母亲又一时糊涂说了不智之言，我身为人兄人子，理应替他们领受责罚。这20板子便由儿子受了，指望父亲消气，不要再追责母亲与二弟的过失。叶之凡说着，便自顾自地走出房门，趴在了长凳上，一副大义凛然、替人受过的兄长模样。只是秋闱将近，叶世安哪里舍得打他？不想还不待他开口阻拦，便听叶之凡大声道：“父亲一言既出，驷马难追，还愣着干什么？动手！”今日这口气必须让父亲出了。他挨顿板子事小，让父亲与母亲离了心事大。叶府下人对视一眼，又见老爷没有阻止，便依言动了手。大哥，是我自己闯的祸，我自己承担。你如今考期将近，你怎能因我而受伤？父亲，打我还是打我吧。大哥果然还是疼我的。父亲，大哥与宣王殿下向来交好，与曹府的误会，请殿下斡旋一二，他们定不会再找二弟和父亲的麻烦的。二弟如今有伤在身，大哥又学业繁重，不论是谁都不能再动用家法，请父亲收回成命。谁也不许求情，父亲说的20大板，一下也不能少。院里顿时只剩下板子打在皮肉上的声音。20大板打完，叶世安又罚了萧氏1个月禁足，便拂袖而去。萧氏和叶嫣即刻命人将叶之凡抬回他自己的院子，叶希宁则拿起叶软给他的伤药，就准备跟上去。大姐姐，你去吧，药回头我再请人送些来。叶希宁如蒙大赦，急急向外走去。小姐，这叶大少爷的城府可不一般，老爷如今瞧着就偏心。大少爷若通过此次秋闱中举，他是老爷眼里再没有二少爷了。秋闱吗？叶软拧了拧眉，叶之凡当然是过了的，虽然名次并不靠前，但19岁的举人已是万中无一了。无妨，我与弟弟早便没有父亲了。至于叶之凡，你可有听过登高跌重几个字？不知当叶嫣和萧氏将叶之凡拖入泥里时，他还能不能如今日这般情深意重？叶软和冬青回到青玉阁，就吩咐半夏给叶希宁重新送了药过去。用过晚膳后，他便去了药房。今日买的药材多是用来研制女子养颜之物，有了上一世的记忆，他做这些东西轻车熟路。这一世，这些东西除了用在自己身上，还得派上更大的用场。要帮助景王，除了医好他的腿疾，还需要很多很多的银子。待叶软忙完药房的事儿，回到寝房，正准备灭了灯歇下时，一个身影突然出现在他面前。长意，叶小姐，日前您让我问王爷之事，我已转达，王爷命我带了东西给您。这么快？叶软心下一喜，忙接过，拆开来看。叶软将手中的信件仔细琢磨了片刻，几个字就清晰地浮现在他的脑海里：头风之正，长公主，花店庄。
想到如今距离太后寿宴只剩半月有余，叶软忍住困意，让冬青拿来纸笔，写了一封信，嘱咐冬青：明日一早，你便亲手将信送去云府。是，小姐。半月后，京都已入初秋。魏嬷嬷呢？二少爷今日一早便来了，魏嬷嬷如今在外间陪着。好，我让你送去徐府的匿名信，可送出去了？已经送去了，奴婢是带着韦茂去的，只等到那许家二小姐徐子金出门，才嘱咐一个小乞丐将那信件塞到那许家小姐的贴身丫鬟手上。小姐放心，没人会发现是小姐所为的。大姐姐，弟弟今日来的真早，身上的伤可都痊愈了？早就好了，大哥如今也恢复的差不多了，大姐姐的药极好用。好，那我们走吧。今日云府有家宴，叶麒宁自然是要同去的。大姐姐可有听说那撺掇李姑姑毒害表姐之人已经抓到并伏诛，表姐的案子已经了了？此事知道，也难为了宣王，硬生生从李姑姑远亲中搜罗出那么个人来顶罪，连云奇自己都不记得什么时候教训过这欺男霸女并和他结了梁子的人。既然事情已经真相大白，那大姐姐与舅母应对三姐姐误会全消了吧？那醉仙楼之事，弟弟这边忘记了？我没有，可是那日大哥替我受了罚，三姐也有为我说情，他们心中终归还是念着我的。姐姐放心，我也不蠢，你不让我问他们那日之事，我便没有说。我也知道他们对我说了谎，但究其原因，顶多也不过是想保全自身，不想触怒那曹子昂。毕竟若我们犯了错，还有舅舅可以担待一二，母亲娘家示威，他们多有顾虑些也是有的。我们毕竟是一家人嘛。叶软心下叹息，来日方长吧。叶软带着叶麒宁去云府的时候，叶嫣正在消食房中，对着铜镜慢慢描着额间的花钿。母亲，这个样式如何？还是上一个好，这个颜色太过艳丽，与你不大相称。母亲与我想的一样。明日便是太后寿宴，一切可都准备妥当了？自然。那治疗头风的药应该没有问题吧？母亲放心，姨母已经试过了，那方子当真有效，只是那药效要大半日才起效。大姐姐说是为了安全起见，将其中一味关键药材减少了用量。我让三叔将那方子改了改，加重了那味药材的分量，又让人寻了2个有头风之症的贱民试了试，他们用过之后不过1刻钟便好了。大姐姐也太过谨慎小心了些。你们动了那方子，不会出什么岔子吧？母亲放心，为防意外，我们准备呈给太后的方子中，那味药材只加了给那些贱民用过的1半。三叔毕竟是太医院的人，他都同意了，肯定是没事的。只是这些日子，大姐姐闭门不出，说要研究什么要紧的方子。我想约她出去时，在她院中的那个魏嬷嬷那里吃了好几个软钉子，因此没有按计划让她坠湖受凉，参加不了太后的寿宴。到时候不知她会不会说出那方子是出自她之手，坏了我的好事。不是，你都说了，你大姐姐的师父不愿她显露人前，她要有那份争强好胜之心，就凭她那身本事，这半年早就名声大噪了，哪里轮得到为我们所用？只是你大姐姐如今院中的消息是越来越难打听了，那云府派来的下人眼睛着实刁钻，如今我们安排在青玉阁的4个人，只留了一个蠢笨的白芍，也不知是不是太笨，没成过什么事，反而没被赶出来。白芍原是叶嫣院里的，只因长开后容貌太盛，惹叶嫣不喜，这才顺便一同遣过去的。平日叶软带着出门，还能衬得叶软更加不堪。不想如今能帮着监视青玉阁的，只剩他一个了。母亲不必生气，如今叶府还是要母亲当家做主的，父亲又不喜欢他们姐弟，云府那几个下人纵然看出什么，也翻不出什么花样来。这倒也是。好了，不说这些了，你舅舅让人送来了些上好的头面，你也一并试试，明日我们嫣儿必定是最惹人注目的。另一边，叶软和叶麒宁到了云府后，便打发叶麒宁跟云奇去玩。我瞧着宁儿倒是与你亲近了很多，你表姐之事还不准备告诉你弟弟吗？弟弟心性单纯率直，藏不住事儿，还是先瞒着他吧。不知我偷冬青来拜托表哥的事，可有消息？你回岳府之前，应该会有消息传回来。软儿，这事儿我听你表哥说过，为何你要让这花钿庄再度在京中兴起啊？花钿庄几十年前也曾盛极一时，只是后来慢慢淡了。
如今京中贵女很少再做此妆。舅母可还记得当今陛下的姐姐？你是说早逝的朝阳长公主？不错，这位长公主额间有一枚很小的胎记，但女儿家爱娇，长公主便日日做着花钿妆遮掩。太后极其疼爱于她，只是这长公主命薄，12岁便去了。宫中之人因怕触及太后伤心事，便都默契的不做此妆，这盛行一时的妆容才在京中贵女中淡去。只是如今已过去了30余年，太后当初的悲伤之情，如今恐怕止于思念。然后呢？夜燕明日便是想以此妆引得太后关注。光凭一个妆容恐怕不够，再加上一个与长公主年龄相仿的少女，为缓解太后头风之症，苦心钻研，终于寻得有效之法的一片如沐之情呢。想必那药是出自表妹之手。叶软与云歌对视一眼，相视而笑。叶软调笑着向云歌做了个揖礼。表哥聪明。云歌目光微动，也笑着文绉绉地回了个礼。不及表妹灵慧。林氏看着两人打趣，突然心中闪过一个念头。8月初7，太后70大寿，恰逢秋闱即将开考。因着太后的寿宴是晚间，叶家众人先送了叶之凡出门复考。父亲母亲，就送到这里吧。一应物件都准备齐全没有？父亲放心，母亲已经仔细查验过数次了。叶世安闻言欣慰地看了一眼一旁的萧氏，瞧着他面色也不若往日红润，想着是因他的处罚心下难安吧。此时叶世安也有心让叶之凡心安，便朝萧氏道：今日宫中还有晚宴，你的禁足便提前解了吧。是，老爷。王哥哥此去，一名从此始，相望青云端。叶嫣今日的计划还是叶之凡出的主意，他自然是知道的。妹妹今日议事。这时叶麒宁也拉着叶软从门内赶了出来。大哥，还好你没走。你好生说话，莽莽撞撞成什么样子？大哥，这是大姐姐为你做的香包。糊涂东西，你大哥是去参加会试的，带什么香包？父亲，秋季宫院考生繁多，免得蚊虫叮咬。这个香包里放了金银花、艾草叶、藿香、香薄荷、茯苓等10数种中药，对驱蚊有奇效。大表哥今次也是要参加会试的，昨日他去云府便给大表哥送了一个香囊。这个缺心眼的弟弟看到后，一回来便缠着他也做一个给他，谁知竟是要拿给叶之凡的，还打着他的名义，早知还不如喂了狗。叶世安闻言脸色这才好看了些，叶之凡也面带笑意地将香囊接了过去，朝叶软道了声谢，只是那笑意却不达眼底。父亲，时辰也不早了，我先走了。叶世安拍了拍他的肩，又鼓励了一番，才让他离开了。叶之凡走后，叶世安的好脸色便收敛起来。他看了看叶软：你今日是第一次入宫，要多看少动，有什么不明白的就学着嫣儿照做就是。可不能将脸丢到宫里去。父亲，大姐姐如今礼仪大有进意，您就放心吧。你先管好你自己吧，待进了宫就待在我身边，不得私自离开。都是不省心的。然而皇上宽仁，你虽是第一次进宫，也不必太过紧张，我与嫣儿会在一旁提醒的。谢母亲。好，那就都回房换装准备去吧，有什么需要的，你们便使人来同母亲说。只是待人离开，叶软看着叶之凡离去的方向，突然朝身旁的叶麒宁开口：弟弟，我们打一个赌，如何？赌什么？你现在偷偷跟上大哥5里，不，3里路内，他定会扔掉你为他讨的香包。怎么可能？大姐姐你别说笑了。弟弟就说敢不敢与我赌吧。赌就赌，不过大姐姐，这次弟弟赢定了。叶麒宁说着就朝叶之凡离去的方向追去。京都的长街很是繁华，叶麒宁身手不错，隐于人群之中倒是不显眼。很快他便追上了叶之凡。2里、3里、4里，叶麒宁心中高兴。大姐姐还说3里路，如今我跟了这么远，大哥不也没惹吗？果然是姐姐想多了。想着晚上还要去太后寿宴，他便准备打道回府。叶之凡却突然转道，到了一个巷子中。叶麒宁心里一咯噔，忙跟了上去。
然后他就看见大哥将那个香包自袖中取出，直接扔到了一个木桶内，一副嫌弃的样子。这个巷子叶麒宁是知道的，那是一间酒楼的厨房后门，这木桶里装的都是客人吃剩的饭菜。大少爷，这宫院多蚊虫，去这屋能驱蚊，扔了岂不可惜？我嫌脏。叶之凡只冷冷说了3个字：我嫌脏，我嫌脏。叶麒宁脑中反复回想着这3个字，想到方才大哥那冷漠的神情与平日言笑晏晏的样子，竟判若两人。待叶之凡离开，他忙跑去将那木桶中的香包捡了回来。还好如今时辰尚早，这酒楼应该还没有营业，是以桶中只有些剩饭，这香包还算干净。只是叶麒宁却觉得心中似蒙了尘。叶嫣回到房间，很快便有几个侍女围上来替她更衣梳妆。丁香，如今入了秋，晚上应是有些凉，去给小姐备上一件披风。夜烟屋中，另一位唤作丁香的婢女应了声是。丁香与红袖是夜烟身边的2个大丫鬟，只是红袖是夜烟奶娘所出，所以平日比丁香更得夜烟看重。你哥哥此去应考，应是10拿9稳的，虽后面还有春闱，但以你哥哥的博学，以后考中进士入仕只是时间问题。若今日你能成功博取太后欢心，让嘉贵妃松了口，哪怕只许你一个侧妃之位，你们兄妹相互照应，以后便是前途无量了。侧妃，我要的可不只是侧妃之位。母亲往日不是教嫣儿要沉得住气，怎得今日自己却浮躁了起来？我今日高兴，原是我与你父亲先识得的，只因萧府门楣不高，只得眼睁睁看着你父亲娶了云堂那个贱人为正室。我自嫁入叶府以来，便四处坐低拂晓，如今终于快熬出头了。萧氏虽是叶家主母，但上面还有叶世安和去瑞阳老家小住的老太太压着，她不得不谨小慎微。哪怕心中极为不喜云堂留下的那2个孩子，也只能暗自谋算，明面上不敢真的对他们动手。可若是嫣儿和之凡有了出息，便是叶氏一族也要高看他3分，那时他才真正不用看人脸色。母亲安心，我与哥哥一定不会辜负您的一番心血，待宣王大事得成，令您心烦的那些人一一除去便是。好，好，母亲便等着那一日。马车终于行驶到宫门前，此时停靠在宫门前的马车已经不多了。叶嫣方下车，便看到了平日与他要好的礼部侍郎家的嫡女方芷走了过来。方姐姐。那方芷看清叶嫣的面容时一怔：嫣妹妹，你今日这妆容……前些日子我梦到了一个身着宫装的女子，我从未见过她，但瞧见她额间虽有印记，描绘着花钿遮眼，确实好看，我便心血来潮，学着化了此妆。方姐姐快帮我瞧瞧，可好看？嫣妹妹容色无双，自是怎么都好看的。方芷夸了她一句，只是脸色却有些怪异。方姐姐怎么了？方芷还欲说什么，只是方家人在这个时候已经在唤她了。她犹豫了一下，便先告辞离开了。待几人进到宴会大殿中之时，叶嫣顿时知道为何方才那方芷听他所言神色怪异了。宴席还没开始，各大臣及女眷便四处寒暄，好不热闹。但这满堂的贵女之中，仅他目光所及见到的，就有10数人做了花钿妆。这是怎么回事？叶嫣精心安排设计的巧合，还有方才那番准备暗示太后长公主出现在她梦中的机缘，此刻仿佛成了一个笑话。萧氏和叶嫣恍若失神的随叶世安走到安排的座位之中。大姐姐，弟弟怎么了？叶麒宁嗫嚅着，不知怎么开口。让我猜一猜，想是弟弟今日早间与我赌输了，如今想着如何赖皮。才没有，我岂是那等小人？姐姐只说输了要如何便是，我愿赌服输。那我想要弟弟有一天能成为我的骄傲。姐姐，能不能换一个？弟弟方才不是还说的斩钉截铁吗？怎的这叫食言了？不是，只是我怕自己做不到。没有努力试过，怎知不行？弟弟只需尽力即可。叶麒宁只得点了点头，要成为姐姐的骄傲，就要如大哥和父亲一样努力读书吧。
叶麒宁咬了咬牙，下了决心，似壮士赴死般回了叶世安身边自己的座位。爹爹，我以后会好好读书的。叶世安仿若见了鬼，叶软偷偷笑出了声。皇上驾到！皇太后驾到！殿中众人忙起身行礼，高呼皇上万岁，太后千岁。众卿平身。谢礼。一个威严又不失和蔼的声音传来。叶软起身循声看去，便见西林帝坐于正中央的龙椅之上。如今他应该是45岁上下，看上去精神极好，身体也较为强健。想到前世那个面色惨白、眼窝深陷、紧紧握着他的手，将临终之言嘱托于他的人，叶软只觉愧疚万分。不过4年的时间，君离为了坐上那个位置，竟将亲生父亲迫害至那般田地。而他纵不知内情，只以为西林帝是真的染上恶疾，却依旧是他们的帮凶。不过也不知君离究竟用的是何毒，竟那般诡异，甚至瞒过了整个太医院。他重生后也曾翻看不少医书，却一无所获，看来得给师父去封信，问一问师父了。今日太后70大寿，恰逢秋闱开市，朕与众卿同乐，祝母后福寿延年，祝我西林学子人才辈出，佑我西林国运昌盛，万载长存。祝太后福寿延年，祝我西林学子人才辈出，佑我西林国运昌盛，万载长存。太后坐于皇帝身侧的座位，此刻也是心情颇佳。在看清场中贵女们的装扮时，有片刻的失神，似是回忆起了什么，然后便归于平静。今日这事实在是太过凑巧。接下来便是众皇子公主为太后单独献礼的时刻。待几人献完礼，坐于太后下手的嘉贵妃便开口了：太后娘娘，今日氛围甚好，宫中这些表演想必您也看得多了，不如今日让在座各家贵女们为您献艺庆贺一番，如何？太后闻言点了点头。很快便有负责今日宴会的女官们前去询问登记。初秋已是有些冷意了，叶软觉得无趣，便跟萧氏说想去外面更衣。萧氏此刻的心思都在叶嫣身上，无暇顾及其他，只说让她小心些，不要乱走。于是叶软便由冬青搀扶着出了大殿。小姐，今日殿前献艺，您不参与一二吗？你家小姐最大的爱好就是睡觉和喝酒，难不成要当众表演一番酒醉不醒不成？小姐的医术京中无人能及，只可惜小姐太过低调，否则也无人能嘲笑小姐无才了。我师父说过，习医是为了造福天下苍生，若名声太盛，只会沦为权力之下的附庸。是以他从不愿意显露于人前，而且他也是这般要求我的。若非与母亲有过一段前缘，师父也断不会收他为徒。不过这一世，他注定还是要辜负师父所愿了。小姐的师父是有大智慧的人，实是难得。叶软赞同地点了点头，只可惜当年师父还是输给了父亲。叶软带着冬青走了一段距离，正欲回到宴席之中，忽而一阵若隐若现的箫声划破长夜。那箫声开始如同夜莺独鸣，轻渺飘渺，几个盘旋之后，声音渐高，涌起一片肃杀之象，而后又归于凄凉婉转。叶软心有所动，不知不觉慢慢循着那声音而去。待行至一道宫门前，便见到景王正坐于正院之中对乐而奏。只是叶软只停留了片刻，便想带着冬青无声无息地离开。叶大小姐，王爷有请。臣女见过景王殿下。叶小姐为何见到本王便走啊？这语气，我方才什么好事都没有做，这是用哪里惹到他？这人似乎比上一世要更难应付许多。君战手中还握着云府的把柄，得罪不得。王爷大才，箫声有如天籁，小女方才也是被不由自主的吸引而来，只是见王爷方才极为专注，是以不敢冒昧上前打扰。且小女今日进宫参宴，若出来太久，恐惹出什么是非，这才想尽快离开，并非有意躲着王爷。是吗？本王还当叶大小姐是因为承诺之事久无回应，不敢面见于我。
上次他让人给叶阮送去太后的消息后，已经过去许久了，叶阮却再没有丝毫回音，可以说是懈怠至极。所以叶阮果然是在诓骗于他吧，而且还诓骗得如此敷衍。怎会？其实自王爷找过我的第2日，小女便给师父去信了，只是师父向来行踪不定，许是今次去的地方远了些，还未收到小女的信件，还请王爷再耐心等待些时日。没有及时传达消息给王爷，是小女的不是，请王爷放心，往后若有了师父的消息，小女一定第一时间通知于你。叶大小姐认错倒是快，只是不知其中有几句是真呢。叶阮见军战还是不依不饶，只觉腿都蹲得有些麻了，必须得做点什么打消他的疑虑才是。王爷，虽然师父那边暂时没有回音，但小女毕竟跟随师父习医多年，医术虽不及师父，但也略有所成，不如小女先替您诊治一番。若能早一些对王爷的腿疾有所了解，先行调养着，待师父回来，治起来也能更快一些。今日本也只是敲打他一番而已，而且上一世他确实是私下随苏木一同入景王府替他医治的。那便如你所言，起来吧。王爷，还请将手伸过来。军战也不扭捏，直接将手放置在一旁轮椅的扶手之上。只是当叶阮那带着些许凉意的手指探于他腕间时，军战只觉心尖不由自主地颤了颤。他的睫毛很长，一下一下，似扫在人心间。那双澄澈的眼睛顾盼之间熠熠生辉。当初他随师父来景王府替他医治时，正是用这双眼睛看着他，对他说：万叶犹能尽，柔之不受春。虽然他那时的容颜如现在这般明珠蒙尘，没有展现出后来的绝世风华，但这双眼睛却烙印进他的心中。军战忽然想，上一世中秋夜宴上那杯加了料的酒，其实并不足以令他完全丧失理智。察觉到自己有些乱的心跳，军战不由心中有些烦躁。明明已经付出过代价的。今日之宴，父皇有意为甄选皇子妃做准备，叶大小姐应是也有所耳闻。只是我此刻瞧着叶大小姐，倒是不甚在意。王爷想必对小女在京中的名声没有耳闻，且小女这副相貌，哪里及得上京中贵女们？王爷心跳略有紊乱，还请王爷先不要过多言多思。军战闻言，面上机不可见地变了变颜色，随即便进了声：王爷可否让臣女再看看您的腿？叶阮说着便想去拉军战的袍脚，军战脸色又是一黑，忙自己动手将轮椅的轮子向后转了2圈。是小女冒昧了，还请王爷见谅。也不必急于这一时，便以1月为期吧。若届时神医再无音讯，本王再命人来请叶大小姐。只要叶大小姐不是阳奉阴违便好。是，王爷放心，小女对王爷绝无儿戏。对了，太后之事，臣女还未当面感谢王爷。无妨，小事而已。王爷，若小女因一些事情利用了太后，王爷可会怪罪于我？虽不知道为何最后太后会联合嘉贵妃谋害西林帝，帮君离夺位，但对如今的军战而言，那可是他的皇祖母。我与他并无什么血脉亲情，你想做什么，放开手脚去做便是。叶阮闻言眸光一动，他与太后果然是不合的，难怪当初太后不想他坐上皇位。小女明白了，那小女先告退了。军战应允。叶阮带着冬青走出门，才发现方才走进的是先皇后的寝宫。先皇后离世后，这宫里便再无人入住。叶阮叹息了声，沿着来时的路返回，只叮嘱冬青：冬青，我与景王之间的往来，先不要告诉舅舅舅母。冬青应了声是，其实不用小姐说，云夫人也交代过，她既来了叶府，小姐便是她唯一的主子，除非小姐有危险，不然她不会多嘴多舌。叶阮回到自己座位上坐下，并无人注意到他。而后他抬眼望去，便见叶烟的身影出现在大殿中央。一舞毕，殿中掌声雷动，太后也颇有些动容，好像从他身上看见了另一个人的影子。他记得朝阳当年也为他做过此舞。
只是很快太后便回过了神来，只夸了叶烟一句，又赏了些东西。谢太后赏赐。臣女听闻太后素有头风之症，太后乃陛下之母，亦是西林子女敬仰之人。臣女不愿太后为病痛所苦，因此日夜研读祖辈传下医书，终于功夫不负有心人，研制出了有效之法。今日小女便将此方献与太后，愿太后凤体安康，福寿延年。西林帝向来仁孝，闻得此言不由惊喜万分。这药方可经人验看过了？回皇上，臣女三叔乃太医署之人，这药方已经他验看，且也找人试过药了，只要头风发作时服用，再配以手法，不过2刻钟便可疼痛全消。臣女也是因此才胆敢将此方呈与太后，请皇上太后放心。果真如此神奇？皇上，此事千真万确。好，叶家果然医学渊源，若这方子真能如方才所言，朕有重赏。皇上又夸赞了叶烟一句，便令人将叶烟呈上的方子取了过来。你方才所说手法……叶烟眼中一亮，若太后不弃，小女愿亲自将这手法交于太后近身之人。难得你一片纯孝之心，哀家如何会嫌弃？明日你便进宫来吧。是，太后娘娘。西林帝又赏了叶烟好些东西，才让她退下，连带着叶怀远也一同受了嘉奖。三姐姐，你原来也同大姐姐一样会医吗？叶烟有些不自然地看了一眼叶软，不过会些皮毛，这多亏了祖上流传下来的典籍和三叔相助。三姐姐真厉害，不过是运气好罢了，跟大姐姐是万万比不得的。三妹妹谦虚了，说到底还是妹妹对太后的一番心意难得，姐姐是万万没有想到此处的。叶烟见叶软神色如常，这才放下心来。学了那么些年的医有什么用？还不如嫣儿一个半路出家的。叶软懒得理他。又过了一会儿，女官便念到了徐子金的名字。臣女徐子金见过皇上太后，恭祝太后年年岁岁身长健，岁岁年年春草长。许家是书香世家，徐子金的爷爷是当今皇上的启蒙恩师，桃李满天下。许家在西陵文臣中声望极高。子金如今也到了及笄之年了吧？回皇上，臣女正是今年11月及笄。太傅如今身体可好？谢皇上记挂，祖父如今和祖母在登州老家颐养天年，每家书传来都言身体康健，言辞之间也颇为开朗豁达，请皇上放心。如此甚好。听闻许小姐自小得太傅指点，博览群书，还弹得一手好琴，只是从不喜在人前卖弄。今日不知在座之人能否借太后大寿之喜，听许小姐抚琴一首。他们许家儿女得许太傅教诲，从不愿与人争锋，日常行事也低调。是以他今日原也只准备写一副寿字献与太后，表表敬意。但想到前些日子收到的一封匿名信件和方才宣王看叶烟时的眼神，不由心下一动。贵妃娘娘有言，子金自当遵从。果然，人若没有撞过南墙，是不会回头的。徐子金今日并未备琴赴宴，嘉贵妃便命人搬了自己的凤尾琴来。徐子金谢过嘉贵妃后，便在大殿中坐了下来。他一袭水蓝色衣裙坐于琴后，纤细白皙的玉指轻抚琴面，气息恍若已与琴融为一体。随后舒缓的琴声便响了起来。徐子金今日弹的是一曲渔舟唱晚，那灵动的琴音下，在座之人仿佛不是身在这金碧辉煌的宫殿之中，而是在夕阳的湖水上，乘一叶扁舟，晚风拂面，甚是惬意。一曲毕，席间有瞬时的寂静。好，不愧是许家教养的女儿。皇上谬赞，臣女献丑了。宴会继续进行着，只是宴会接近尾声的时候，太后脸色渐渐不对了。太后，您怎么了？母后，皇上，太后这是头风之症又犯了。叶怀远是今晚的当值太医，这时已经走到了太后身边。皇上看了看他，却还是不放心。快传陆平进宫。叶怀远见状，神情动了动。他在太医院一直不得重用，今日是一个很好的机会。皇上，此前微臣与侄女着人试药时制了不少成药，
不如即刻拿给太后试试。西林帝闻言有一些犹豫，太后的身体一直是陆院判亲自照看的，原是让他先查验一番比较放心。皇上，臣愿担保。西林帝见他如此，目光闪了闪。今日宫中当值的是叶怀远，此刻宣陆院判前来，还需一些时间。好，那你便将药拿出来给太后一试。叶三小姐也上前来吧。叶嫣听到西林帝的传唤，抑制住心中的兴奋之色，疾步走了上去。他与叶怀远一同服侍太后吃药，一边还故作姿态地用所说的手法替太后按摩头部。大概过了2刻钟，太后果然见好。太后娘娘，您感觉如何？太后刚自疼痛中缓过来，还有片刻的怔愣。朝阳。听着这一声，叶嫣只觉心中的激动快要溢出来了。只是还不待叶嫣高兴太久，更大的疼痛突然自太后脑中炸开。她倏然瞪大双眼，当着叶嫣的面儿直挺挺地倒了下去。太后，皇上，太后好像不对劲。怎么回事？叶怀远马上替太后把脉，待探明太后的脉象，叶怀远只觉浑身如坠冰窖。皇上，微臣不知，太后娘娘她……混账！这药是你们所献，如何能不知？皇上息怒，这药方是我侄女那里微臣的，臣确实着人事故了，没有问题。臣真的不知为何太后会如此啊！皇上，这方子一定没有问题，说不定是其他原因导致的。皇上明察。来人，将他们2人给我押去刑部大牢，等候发落。话落，即刻有侍卫上来抓住了叶怀远和叶嫣。不能死，不能死！叶嫣朝君离投去求救的目光，可他明明看见了他的求救，却只在原地不动。侍射皇祖母是父皇的逆鳞，君离不敢。皇上，这方子是臣女的大姐姐给的，她是神医苏木的徒弟，她一定能够救太后，请皇上再给叶家一次机会。慢着，先放开他。神医苏木的弟子，你大姐姐？哪个大姐姐？回陛下，是臣女的嫡姐叶软。叶软何在？臣女叶软参见皇上。你是神医苏木的徒弟？是。献与太后的药方是出自你手？回皇上，臣女从未给太后开过任何药方。西林帝闻言又看向叶嫣，眼中满是厉色。大姐姐，是嫣儿错了，是嫣儿一时糊涂，将你开给姨母的药方献给了太后，你一定能够救太后的，对不对？你救救她，你救救嫣儿！西林帝此刻也听出了端倪，想着此时太后情况危急，陆院判也还未到，除了让眼前之人试一试，似乎别无他法。既你们自称是神医弟子，朕便再给你们叶家一次机会。但太后若有个好歹，你们叶家一个也跑不掉。然而你一定要治好太后。当年那个不修边幅的人竟然是神医苏木，而这个蠢笨的女儿居然是神医传人，这么大的事她竟然瞒着我，简直是可恶至极。臣女遵命。叶软上前后，即刻让工人将太后抬去了一旁的厢房。叶怀远见状，灵机一动，想跟去帮忙，却碰了个软钉子，被叶软寻理由拒绝了。叶青真是生了一个好女儿。皇上，今日之事，微臣实在是不知情。若是微臣知道，定不会让孽女行此荒唐之事啊！哼，你最好是祈祷太后无事。跪在前方的叶嫣脸色越发苍白，事情怎么会发展到现在这个地步的？她的名声眼看着是全毁了，她不甘心，她不甘心呐！陛下，都是臣女的错，臣女不该一时糊涂。只是大姐姐一向告诫臣女，不得对外透露她是神医弟子的身份。臣女也是一心想为太后娘娘尽一份心力，这才只得谎称是自己研究出的药方。这方子臣女的姨母用过，的确没有任何问题。臣女这才胆敢将此方献上。臣女也不知太后为何会如此，还求陛下息怒。三姐姐这是什么意思？是怪大姐姐没有为人臣子之心，主动为太后看病，还是想将这过错都推到大姐姐的身上？皇上，叶三小姐方才所言并无道理，先不论太后的病乃内宫之事，叶大小姐一个回府不足半年的闺阁女子，从何处得知？若三小姐真的只是想为太后尽一份心力，大可在知晓太后病情后，让叶大人上书告知皇上，让叶大小姐亲自为太后娘娘医治。
相信太后娘娘和皇上都是明理之人，必不会不顾大小姐意愿，将她的身份公之于众。叶三小姐却隐瞒真相，借用姨母之身套取药方，将一切功劳都归于己身。方才堂中煎药时，一番言语感人肺腑，言犹在耳。她到底是真心想为太后娘娘尽一份心力，还是另有所图？大家心中都有数。莫非叶三小姐便以为殿下和这满堂文武大臣都是傻子，是你糊弄不成？皇上，臣女绝对没有糊弄您的意思，臣女真的只是想信守对大姐姐的承诺。人无信则不立，我怎能轻易将此事告知父亲？纵然臣女真的有一点私心，也都是出自对太后的一番小心啊。叶三小姐还真是能言善辩，你一再提及遵守对叶大小姐的承诺，似乎忘了方才自身受到威胁时是如何毫不犹豫地将受托之事全盘托出，还将自己的长姐推上风口浪尖。叶三小姐所谓的信义，还真是让人大开眼界。我没有。还不给我住嘴！皇上，事已至此，臣万死难辞其咎。如今只希望臣的大女儿能救回太后，将功折罪。若太后真的出了意外，臣一定以死谢罪，给您一个交代。西林帝怒气未消，只是此刻还挂念着太后的病情，倒也未再言语。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叶家众人正觉难熬时，叶阮终于回到了大殿之中。太后如何了？陛下，臣女幸不辱命。皇上，太后娘娘如今呼吸已经平稳，此刻依然睡了过去。你叫叶阮？回皇上，叶阮正是臣女闺名。既你是苏神医的弟子，为何不愿告知于人？回皇上，师命不可违，这是臣女师父的意思，臣女也只是遵从。至于其中缘由，臣女也不知。西林帝眼中有一丝亮光划过。朕最后问你一次，你当真是神医苏木的弟子？今日你救了太后，若此刻坦言相告，朕可以当作你为救家人心切，配合你妹妹假借神医之名。但若此刻你还敢有所欺瞒，便将你一同治罪。臣女不敢欺瞒陛下。今日之事虽非臣女所愿，但臣女既认下，便绝无反口之说。好，你救治太后有功，朕自有重赏。至于叶家其他人……西林帝眸色暗了暗，停顿了下来，似在思考要怎么处置他们。姐姐，这方子是你替姨母开的，为何用在太后身上便出了事？太后今日的状况一定是其他原因造成，不是因这方子出了错漏，对不对？三妹妹，我也想告诉你，不是那方子出了问题。可是陛下面前，我怎敢撒谎？何况方才太医院的院判陆大人已经到了太后房中，这些事情他一查便知，实在是无从抵赖啊。那方子我原先开给姨母时便同你说过，其中一味关键的止痛之药，虽对抑制头风带来的疼痛有奇效，但是万事阴阳相克，过犹不及。太后娘娘本比姨母年迈，这头风之症又是今年晚起，比姨母严重许多，加上太后在宫中常年用各种补药温养着，身体向来娇贵。方才我见太后身边的嬷嬷拿过来你献上的药方，那味药的分量不仅没有减少，反而加重了一些。这样镇痛的效果确实会增强，但太后的身体如何能承受？这才气血上涌，郁结于脑中，昏死了过去。若非及时施针疏通，恐怕今日太后娘娘她……妹妹，你实在糊涂啊！哼，我看她不是糊涂，是利欲熏心。皇上，小女今日虽险些酿成祸患，但她的出发点是好的，并无害人之心。请皇上念在阮儿救了太后的份上，饶过小女这一次吧。叶爱卿以为如何呢？陛下，今日小女犯下此等过错，臣无可辩驳。只是内子说的也有道理，阮儿既是神医弟子，她能想出有效之方为嫣儿姨母医治头风之症，必定也可以为太后娘娘再寻良方。还请皇上允许叶家将功折罪，宽恕为臣不懂事的三弟和小女儿。然而，父亲说的对不对？你一定有办法替太后医治头风之症的，是不是？前世他落到那个境地，父亲却无动于衷，只说他是自作自受，任由叶嫣将他践踏到泥里。可原来他不是没有父爱，只是对他和弟弟没有。叶爱卿平日就是这般治家的吗？今日叶阮救了太后不假，但叶嫣和叶怀远罔顾太后安危，将太后置于那般险境却是事实，如何能将功折罪？
你如此赏罚不分，难怪宗德家中之人大胆至此。叶时安正欲辩解，一道身影却忽然出现在了殿内。母妃，可是方才我替叶言求情，母妃生气了。今日他也是为了替我们拉拢太后，完成母妃心愿，才出了这么大的岔子，还请母妃体谅一二。混账！这个时候你还想着叶烟？母妃，你这是怎么了？儿子做错了什么？还请母妃明示。你父皇方才独自留了那叶软，你难道就没有看出什么异常？叶软，父皇不是说要论功行赏吗？她一个小小女子，能碍到我们什么事？她不能，可是她的师父能。是啊，叶软的师父神医苏木。母妃，难道……你才想明白吗？是不是这些年过得太安逸，你便以为那把龙椅是你囊中之物，连基本的戒备之心都没有了？母妃，儿臣不敢。母妃自小教导儿臣的，儿臣都牢牢记在心中。你牢记心中，我看未必。你如今脑子里全是儿女情长，我看这皇位，你不如还是双手奉给那个贱人的孩子，我们母子便一人一杯毒酒了事。母妃，都是儿子不好，您别气坏了身子。你起来，我问你，这叶软的事情，叶燕可有告诉过你？不曾，儿子也是今日才知道的。真是个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蠢货！他今日当着你父皇的面将叶软推到人前，岂非将刀子递到了你大哥的手中？若他早些告知你真相，我们除了那叶软便是，哪里会如今日一样被打一个措手不及？果真是小门小户里出来的，眼皮子浅，只惦记着自己那点子虚名。母妃，那我们现下怎么办？大哥残废了这么些年，就算那苏木来了，应该也不一定能真的治好吧？你现在知道急了，那还能怎么办？那苏木行踪不定，你父皇当年也不是没有寻过他。如今我们只能等着，不管那神医能不能治好君战的腿，我们都不能冒这个险。只要叶软真的请了他来，我们便将他们一并除去，永绝后患。你让叶烟和萧氏盯紧了他，有什么消息马上回报，告诉叶烟，这是我给他最后的一次机会，否则便是一个妾，他也休想进薛王府的大门。至于萧氏一族，就算没有了一个叶烟，他照样有办法让他们心甘情愿地将银钱奉上。母妃放心，我一定嘱咐他们将此事办好。母妃也不必过于忧心，如今朝廷六部都有我们的人，且舅舅手握京中兵权，父皇便是真有心抬举军战，也得顾念着眼前的局势。你知道就好，这次的事也算给你敲了警钟，你给我老老实实多去与许家二小姐多多接触。我看那徐子金进退得当，心有锦绣，比那叶烟不知道强了多少倍。难得的是，我今日瞧见他看你的目光，那是有情的。许家乃西林望族，许老太傅如今虽然退隐，但朝中文官多是他的门生。你要将他的人脉牢牢掌握在手中，加上你舅舅如今掌管着羽林卫，文武合并，即便将来真有变故，我们手中也有足够的筹码。儿子知道了。今日瞧着那徐子金，倒是不如传闻中的那般刻板无趣，那一手琴弹得确实是好。至于嫣儿，她出身确实不高，反正嫣儿也说了，她不在乎这些，她以后多疼爱她几分，以作弥补便是。好了，时候不早，你也出宫去吧。是，母妃也要好好休息，不要忧思过重，伤了身体。我知道了，便是为了你的前程，我也会活得长长久久的。我这一路走到这里有多不容易，你也知晓。方才对你严苛了一些，你也莫要记恨于我。母妃的一番苦心，孩儿知晓，岂会记恨于您？你能体谅母妃的难处，我心甚慰。好了，宫门快关了，快走吧，路上小心着些。是，儿臣告退。叶软告别西林地，从宫里走出的时候，叶家的马车还等在宫门口。软儿，皇上留下你，可说了什么？母亲，皇上说我救治太后有功，赏了我些金银之物。你可有听母亲的话，趁机为你妹妹和爹爹求情？你今日救了太后，皇上仁孝，若你开口去求，哪怕不能免罪，能再从轻处罚些也是好的。母亲，你交代我的话，我都一五一十的跟陛下说了，可是陛下说他一言既出，断没有朝令夕改的道理，所以他没有答应。母亲，怎么办？难道我真的要去那静月庵吗？那庙里清苦，且我若真的去那鬼地方待上5年，待我回来，这京中哪里还有我的立足之地呀？
哭，就知道哭，还不都是你自己惹出来的祸事？父亲，陛下虽然没有同意，但是他却让我办一件事。陛下说若我办得好，叶家今日之事或可豁免。什么事？可是为太后治疗头风之症？不是，陛下是想请我师父回京，为景王治疗腿疾。叶软声音刚落，叶时安眼中的希冀却即刻褪去。父亲，这不是好事吗？以大姐姐师傅的本事，说不定真能治好景王。到时候不仅你与三姐姐都没事，反而还是大功一件呢。确实是好事。那阮儿是如何回答陛下的？女儿只说尽力一试，毕竟师父自几月前送我回京后便没了音讯，且就算女儿开口，师父也不一定会答应。叶时安微微安了安心。好，这件事事关重大，若有新的消息，你一定要第一时间告知为父。父亲，女儿知道的。燕儿，你去了庙里，一定要好好保护自己。你毕竟是叶府的嫡女，若真有人胆敢欺负你，也不要忍气吞声，尽管让红袖回来告诉你父亲与我便是。叶山的脸色也有些阴沉，他看着萧氏为叶烟收拾的大大小小的包袱，皱了皱眉。但想到宣王昨晚派人传来的消息，他又强压下心中的怒气。虽然这次嫣儿惹下了这么大的祸事，还连累他贬了官，但他想了一夜，如今叶府的将来，他的前程，终究还得靠着宣王以及萧氏所出的一双子女，他也不能做得过于绝情。宣王毕竟还是对嫣儿有情的。好了，你别收了，拿这么些无用的东西，还不如多准备些银票实在。那净月庵虽是个庵堂，但里面住的毕竟都是人，既是人，便都是有贪念的。到时看情况多打点，日子也能好过些。老爷说的对，我这边让人去多准备些银票给嫣儿贴身带着。爹爹，这次都是女儿不好，让您丢了脸面，还被贬了官，请爹爹相信女儿。待来日我嫁入宣王府，君离哥哥登得95，爹爹定能扶摇直上，我们叶家也一定能够重现鼎盛之时。罢了，其实昨日回来我也想了很多，我在那吏部待了这么些年，却并未得了曹文元的倚重。如今陛下调我去户部，也并非是一件坏事，说不定那里反而有我一展身手的余地。叶时安说着，若有似无地看了萧氏一眼。老爷，那户部是掌管银钱之地，我们萧家虽在别的地方帮不上老爷，但这银钱却是不缺的。老爷若有用得着父兄的地方，尽管开口便是。你能这么想，我心甚慰。老爷说的哪里话？老爷是我们叶家的顶梁柱，只有老爷您好了，我们才会跟着好。况且我们可是一家人，是这个世界上最亲的人，何须分什么彼此呢？好，如今时候不早了，我还要去吏部交接公务，便先走了。嫣儿，你此去一定要多听你娘交代于你的话，你放心，爹一定会再替你想办法的。爹爹，女儿此去不能经常在爹面前尽孝了，爹爹也要多多保重身体，等嫣儿回来。好。叶时安又看了叶烟一眼，便离开了。还说什么会想尽办法让我离开那个地方，如今他自己都自身难保，哪里能顾得上我？你知道就好，若是宣王殿下去看你，你也要多用些心思在他身上，别让人钻了空子。我看那徐子敬也不是省油的灯，他与云雯不同，可是嘉贵妃自己看中的人。你生的这副好相貌并不是池中之物，只要你牢牢抓住宣王，将来必定还有出头之日。母亲，我知道了。这次真是赔了夫人又折兵。母亲，叶软那边你一定要和爹爹盯好了，我们只有尽快帮嘉贵妃解决了治好景王的隐患，他才有可能松口，让我尽早脱身。你放心，母亲自有分寸，这事的严重性你爹也清楚，我们双管齐下，那叶软又是个蠢笨的，在我们眼皮子底下翻不出什么花样来。母亲，我觉得大姐姐虽然看上去对我们与往常无异，但终究不如从前那般对我们的话言听计从了，母亲也需多防备着些，让白芍那边多留个心眼。我知道，这些事你都别操心，这次与你一同去净月庵的，除了红袖，还有嘉贵妃派来的一位教养姑姑，你切记要同她打好关系，不要惹恼了她。嫣儿记下了。姑姑好，劳烦姑姑一早便为了小女的事奔波了。夫人客气了，这都是奴婢的本分。
这些都是为三小姐准备的。正是，嫣儿这是第一次离家这么久，还得有劳姑姑多加照应。赵英不敢当，只是叶夫人这大包小包的，莫非以为叶三小姐是出门游玩不成？来人，将这些东西都给我扔出去。姑姑，这是何意？贵妃娘娘有令，三小姐这次去静月庵，一应吃穿用度都照着安堂众人，不得有任何特殊，还请夫人莫要为难奴婢。姑姑说的是我们不知事了，还愣着干什么？还不将这些东西都给我搬回府去？叶三小姐，请吧。叶之凡此时对太后寿宴中发生的事还一无所知，此刻正踌躇满志的与众多考生一起排着长队领号入场。小生叶之凡见过大人，这是我的文牒。那监考的大人接过他地上的文牒，抬头看了他一眼，突然将手中原本的一块号牌放下，从桌上拿了另一块给他。叶之凡微微皱了皱眉，却也没当回事儿，只是当他走到自己分到的号舍时，脸瞬间黑了。怎么还不进去？叶之凡嘴巴蠕动了下，终究是没有说出什么来。在这考场得罪监考的官员，可不是什么明智的举动。大人，我只是因为分到巷尾的号舍，一时自觉颓气，才停留了片刻，还请大人见谅。我这便进去。哼，这巷尾的位置每年都有人坐，从未有人有何异议。今日不过是你时运不济罢了，哪里来的这么讲究啊？大人说的是我愚钝了。这号牌分明是特意安排给他的，究竟是谁如此宠我？这叶家大公子听说学问极好，可惜不知如何得罪了景王那个杀神，使得景王要这样整治的。可不是嘛，原先我也是很看好他的，可惜景王殿下亲自让人来传话，又不是什么大事，我等哪里敢回去？算了，他若是有个真本事的，这也算不得什么，只不过是受几天的罪罢了。这景王的脾气可真是难以捉摸呀。王爷，您若不喜那叶之凡，我去将他剐了打一顿，让他参加不了考试便是，何必为那等小人物费心？不过是一句话的事罢了，不算费事。叶软的敌人他必定想亲手料理，军战也不过是一时兴起，顺手而为罢了。况且这叶之凡作为军离的爪牙，上一世也没少给他找麻烦。吏部的事都安排好了？是，如今我们的人已经混在曹远成与陛下的人选之中，只要那曹远的远房亲戚出了事，我们的人便是陛下首选。长面已经去办了，如今这吏部侍郎之位已是我们的囊中之物。好，嘱咐长眠事情办得干净点，别让人瞧出了端倪。王爷放心，长眠做事向来干净利落。醉仙楼那边也有人盯过一段时日了，可有异常？回王爷，负责监视那边的人过来传话，楼内所有人一切如常，没有可疑之处。好，继续让他们盯着，等我的命令。是，王爷。一晃大半个月过去，魏嬷嬷，我让你打听铺子的事如何了？回小姐，这些时日我让我那大儿子魏成将京中几条主街空出来的铺面都筛查了一遍，他挑中了2间，如今就等小姐看过之后决定了。嬷嬷费心了。小姐哪里的话，我那儿子原先也是想走科举的路子，谁知竟不是那块料。这些年转行也做过账房先生，替人看过铺子，如今能替小姐做事也是他的福气。只是我那儿子算学学得不错，做生意倒不十分精明，帮小姐跑跑腿儿理理账绝无问题。这掌柜的人选还需仔细挑选，倒不是我推脱，只是怕他坏了小姐的事儿。嬷嬷的心意我知道，我会仔细留意这掌柜的合适人选的。今日我们便出府去看看那2家店面吧。好，我这便去通知我的儿子先去打点。铺子，这叶软一个闺阁中的女子，好端端的开什么铺子？是的，夫人，今日小姐出去便是去看铺面的，听说是那魏嬷嬷的儿子在外替小姐张罗的。还有其他的吗？回夫人，没有了。我知道了，你先回去吧，继续帮我盯着青玉阁的动静，别让人瞧出了端倪。碧珠，将我前日刚买的鎏金镯子拿给白芍。白芍离去后，萧氏便看向了一旁的叶之凡。之凡，那去看榜的小厮可都派出去了？母亲放心，我一早便派他们出门了，母亲只管等着好消息便是。虽然遭了些罪，
但他对自己还是有信心的。你说那贡院之事是有人故意整治于你，如今可有头绪？没有，不管怎么打听，那监考大人只咬定了说是随机抽取的。算了，向来也并非什么深仇大恨，你在书院向来出色，许是惹了何人眼红也是有的，否则也不会只在座位上动动手脚，却不伤你根基。如今你妹妹出了事，你爹虽轻轻接过，心中肯定还是有些介怀的。这次你若中举，也能让你爹心中宽慰些。母亲，我回来后听你说起太后寿宴上的事，总觉处处蹊跷，会不会有人在背后操控？我与你妹妹起初也怀疑过是叶软搞鬼，只是那药方你姨母用过，确实是有效的，且那味药的分量，叶软也确实交代过不能过重。谁也料想不到太后的身子那般娇贵，要怪也只能怪你三叔无用。你妹妹如今去那静月庵大半个月了，那赵姑姑看上去极为严厉，嘉贵妃又不许我们前去探望，也不知她如今过的是什么日子。我前日去宣永府拜见过宣王殿下，殿下说嘉贵妃如今正在气头上，她也无法，只说等过些时候嘉贵妃的气消了，她会亲自去看望妹妹的。唉，也只能如此了。叶软带着人回到叶府的时候，叶府门前已经开始燃放起爆竹。叶之凡果然中举了。好，不愧是我叶世安的儿子。叶世安命人唤来叶家众人在正堂中聚集，连久未露面的蒋姨娘和方姨娘也在堂中。恭喜大哥。贡院蚊子确实多，这次还得多谢了阮妹妹的香包。大哥客气了，其实这都是您弟弟的一番心意，我不过是帮手替他做的而已。听闻二弟弟这些日子在书院中用了许多功，大哥心中很是安慰，弟弟可要继续努力。我知道了，大哥。叶府许久没有这样的喜事了，这次凡儿中举，府中定要大办一场。如今老夫人还在老家，你们两个便一同协助夫人操办。老爷放心，夫人平日为府中大小事情操持，连带着对我们这些妾室也都关爱有加。若有用得上妾身的地方，夫人只管吩咐，妾哪怕是替夫人跑跑腿，也算是报答了夫人这么多年对妾身们的照顾了。这次大少爷能够中举，我们也跟着脸上有光。老夫人若闻讯，定也是喜上眉梢。她还在府中之时，便时常念叨，盼着叶府子孙能够出息。如今也算是了却了老夫人的心愿了。一旁的蒋姨娘话倒是不多，但凭老爷夫人吩咐。叶软看到蒋姨娘身边还坐着一名面带纱巾的少女，重生以来，这还是他第一次见到这个庶出的二妹妹叶曦。希儿今日倒是难得愿意出来见人。希儿自伤了脸，便不敢再出来见人，多亏母亲宽仁，这些年容许我待在院中，不用请安。今日是大哥的大喜日子，我无论如何也是要出来给大哥贺喜，以表心意的。好，你愿意多出来走动也是好的。叶姨娘这些年为了你，也将自己关在院中，你为人子女，也要体贴她这番心意，不要让她担心。母亲教诲的事。好了，你坐下吧。萧氏满意的转开了脸，便和叶世安继续商量宴请宾客的事。堂中叙话完毕后，叶软便带着半夏回到了青玉阁。小姐，今日您和半夏、魏嬷嬷前脚刚离开院子，白芍便去了夫人院中。无妨，他能知道的东西都是我让半夏特意漏给他的。这开铺子的事本就瞒不过，且又碍不得他什么事，想来他也不会如何。小姐，神医的信到了。信写的很简单，叶软不过片刻便看完了。冬青，随我去找父亲。软儿，你有什么事要这么急着找你父亲呢？叶软向叶世安行了个礼，便将事情同叶世安说了。叶世安掩去心中的喜色，如此，怕是要先辜负陛下所托了。是啊，女儿本以为若请师父回京，父亲便能官复原职，三妹妹也能早些回来，谁知道竟是这样的结果。唉，那也是没有办法的事。如你所言，神医应是遇到了紧急的事情脱不开身吧。父亲，那明日您便带我进宫向陛下复命吧。好，你先回屋准备着，明日一早我让人来唤你。是，父亲。叶软说完便退出了房间。老爷，如此，嘉贵妃便可将心先放一放了。只是这样，倒也是错失了一个能救嫣儿出来的希望。
如今大局为重，万不能失了宣王殿下和贵妃娘娘的信任。你明日便让知凡将这个消息带给宣王。至于嫣儿的事，我们再想办法。我知道了，老爷。叶诗安在萧氏院里用完晚膳，萧氏便准备着人安排他今晚留在院中的事。哦，不用了，我今日去看看蒋姨娘。萧氏闻言一愣，只觉瞬间如被猫爪挠心。近日连番变故，他知叶诗安心中终究对他生了不满，便只说忙，一直留宿在书房。还是今日知凡中举，他心中高兴，才说要留在他院中。哪里知道，竟然被那许久不露面的蒋姨娘勾了去。蒋姨娘许久不曾见老爷，老爷去看她也是应当的。这些年因着希儿的事，也是苦了她了。你还要操办府中的宴请，我也是想着要你好生歇息，我们来日方长。谢老爷疼惜。希儿，昨日那么好的日子，你父亲却来了我院中，你说内房的人会不会？姨娘无需太过慌张，如今她在府中地位稳固，早已不是当年那个与母亲平分秋色的妾室。我们如今于她而言不过是蝼蚁罢了，过几日姨娘便称病将父亲推出去便是。也只能如此了。姨娘，我知你心中有父亲，可是当年的事我们不能忘记。况且你到如今还不明白吗？我们对于父亲而言是无用之人，哪怕如今父亲对您重拾了些情谊，可我们终究只是可有可无的存在，我们是斗不过他们的，唯有暂避锋芒，以期来日。我知道了，我会按你说的去做。可是希儿，我们真的还有来日吗？母亲，自大姐姐回府后，我们还未去过她的院中，明日母亲与我去她那里坐坐可好？大小姐也好，大小姐也是个可怜的。希儿，昨日丁香那丫头不是说大小姐是神医苏木的弟子吗？你说她有没有可能可以驱除你脸上的伤疤？叶希脸上的笑意淡淡的，对于脸上的伤她早就已经不抱期待，只是她不想打断母亲的美梦。好，明日我们问问大姐姐。若是你脸上的疤能驱除，凭那三小姐是什么京都第一美人？姨娘慎言，有些话是不能宣之于口的。明日见了大姐姐，也望姨娘切勿胡言乱语，乱了分寸。好好，娘都听希儿的。这些时日以来，府中局面似乎不知不觉变了。从云大小姐及其里传出的流言，云府下人入府，到太后寿宴夜烟丑事败露受罚，而这一切都有内人的身影。臣女见过陛下，见过景王。元礼，听你父亲说你要见我，可是神医那边有消息了？是皇上，这是臣女师父的回信，请皇上过目。西林帝身边的袁公公即刻将信接过来递给他。西林帝一目十行的看完后，声音微微沉了下去。南离。是，师父说眼下有重要的事不得脱身，需2年后才能回京。什么事情比未知的皇儿医治还重要？皇上，师父一向医者仁心，此刻定是遇上了什么大事，并非有意推辞。师父也说了，2年后回京之时，定会上门为景王殿下医治。臣女知道陛下爱子心切，臣女左思右想，既师父现下无法及时赶回来，臣女愿意先行尝试为景王医治。这也是他与景王的约定。你？西林帝面色还是有些沉凝。父王，既他有心，不妨让他一试，左右最后的结果也不过是与现在一样。反正儿臣残废了这些年，也都习惯了。依照上一世的记忆，苏木确实是2年后回京才找上他的，这点倒与叶软说的一致，他不像是在撒谎。罢了，那你明日起便去景王府为景王医治吧。若有什么需要的，尽管同朕说。只要你能治好景王，朕不光可以赦免你的家人，还另有重赏。臣女遵命。只是陛下，臣女毕竟是闺中女子，若不明不白的经常进入景王府，怕是会惹人非议。还请您下一道旨意给叶府，如此也能堵住悠悠之口。不光是他的名声，一旦频繁出入景王府，嘉贵妃定会察觉他在做什么，说不定还要生了什么歹心。倒不如大大方方求得陛下旨意，这样他们还能忌惮3分。叶软随叶诗安回到家时，
圣旨很快也送到了叶府。叶家众人都恭恭敬敬地接了旨。待传旨的公公走后，叶之凡有些试探地问：“妹妹，不知对于景王的伤，你可有把握？”大哥，我先前听三妹妹提起过景王殿下的事，他残废已久，双腿又无知觉，想必腿上经脉已经坏死。若是师父在，或还可尽力一试。但是只是陛下既下了旨意，我不得不应。具体情况还得明日去景王府看过之后才知道。我知大哥是为了爹爹和救三妹妹心切，大哥放心，我定会尽力而为。叶之凡微微放了心，这倒是和他当时与三妹妹说的一致。那时叶阮刚回府中，又与三妹妹交好，连这神医弟子之事都如实告知，想来没理由骗他。好，阮妹妹有心了。圣旨下达的次日，景王府的人便来叶府接人了。王爷，叶大小姐到了。叶阮看清这院子后，却有些失神。这个院子是他前世所居的院落。臣女参见王爷。起来吧。叶大小姐，老奴可算是见到您了。您是？叶大小姐好，老奴是景王殿下的乳母姓江，您唤我江嬷嬷便是。江嬷嬷好。嬷嬷如何知道我？2月前，我便听常毅说过姑娘的名字了。他说王爷寻得了神医的弟子，能请来神医为王爷医治。原来如此，只是我没能请来师傅，倒叫嬷嬷失望了。叶小姐哪里的话，你是神医的弟子，医术定也不会差的。王爷的伤，便拜托你了。叶阮道了声嬷嬷客气了，便转头看向军战。王爷，此处多有不便，还请您移驾屋内。景王只摆了摆手，让长风推他进屋。嬷嬷，这院子陈设清新雅致，怎么看着倒像是女子的居所？叶小姐好眼光，如今圣上正为各位王爷物色王妃人选，王爷自己虽不在意，可我们做下人的得为主子提前准备着。我便让人整修了这间院子，以备未来王妃入住。今日只因王爷有洁癖，不喜欢别人进自己的院子，才选了此处。这屋子刚修整完成，王爷连名字都还没取呢。这屋子四处都透着意趣风雅，想必嬷嬷必是费了许多心思。王爷这样出色的人，将来定能觅得一位情投意合、德才兼备的王妃。既叶大小姐觉得这院子好，不如便由叶大小姐为这院子取个名字如何？王爷，这恐怕不合礼数。本王让你取，你取便是。叶阮愣了愣，打量着军战，一时竟猜不透他是何意。思忖片刻，只好将上一世军战自己取的名字借用一下。不如就叫灵犀院如何？寓意王爷与未来王妃比翼连枝，心有灵犀。既是军战自己取的，他定是喜欢的。灵犀院，王爷，我瞧着这个名字极好，寓意也好。这名字是不错，不过本王对未来王妃的期许，并不是心有灵犀，而是绝对的忠诚。毕竟本王最讨厌的便是背叛。若这枕边之人连最基本的忠诚都没有，本王岂不是将刀柄授之于人？叶大小姐觉得呢？王爷说得对，小女如今也正如同被家人背叛。对于王爷说的忠诚，小女儿自感同身受。王爷放心，小女如今对王爷绝无半分异心。好，那便希望叶大小姐能知行合一。叶然只当他在敲打自己，躬身应是。好了，这院子取名也不急于一时，既王爷不喜欢，便容后再想。叶大小姐还是先替王爷看诊吧。有劳嬷嬷将王爷的裤腿卷起来，我需要查看一下王爷的伤处。江嬷嬷点了点头，应声上前。你们都下去吧。他可没有被人围观的习惯。是，王爷。半夏姑娘，请。我留在这里给小姐帮忙。姑娘，请。半夏见他蹙眉，心中更是害怕，望了一眼保持沉默的自家小姐，他只得认命的迈着沉重了许多的步伐，随长风走了出去。江嬷嬷见长风和半夏走出门，这才重新上前，蹲下身，将军战的袍子撩开来，把袍子下的裤腿慢慢卷上去。那叶大小姐慢慢看啊，老奴先去安排午膳。什么叫慢慢看？
这江嬷嬷如今上了年纪，真是越发不成体统了。王爷，我要试一下您腿上的经脉伤到何种程度，一会儿我会用金针刺入你腿上的一些重要穴位，若是有痛觉，还请您告知于我。好。叶软先将金针刺入君战小腿的几处穴道，君战一声未吭。叶软将金针取出，又刺入他的双腿关节处，君战依旧没有反应。叶软皱了皱眉，又伸手将他卷至膝盖处的裤脚往上推，将金针刺入他的大腿中部。先是针入3分，然后5分，直至7分。君战终于皱了皱眉。王爷，这里可有痛觉？只是有一丝酥麻。好，看来王爷的双腿也并非全无知觉。叶小姐，本王的腿可有的治？有，师父教过我一套针法，只要我连续为王爷施针3月，便可将王爷受损的经脉修复，届时王爷双腿便会恢复知觉。待将经脉修复，只要再将王爷的腿骨重新打断，再服用青玉断续膏，王爷的腿便可完全恢复。只是若要配制这断续膏，需要一种叫做须断草的草药，此药十分难得，先前小女也是因此才依赖于师父，没想到这次师父的回信中说，现在他手中目前没有这味药材。我知道了，你将那药材的外形画出来，并将特征告知于我，我让人去寻。王爷，此事最好还是先瞒着外人，免得招来有心之人对王爷不利。只是臣女每日前来为王爷施针，若要全然瞒着人也不可能，便只能说可以修复经脉，替王爷双腿恢复知觉，不提青玉断续膏的事。王爷觉得如何？那便如此吧。只不过嘉贵妃行事向来狠辣，宁错杀不放过的事，她也是做得出来的。常毅今日出去办事了，明日他回来，便让他跟在你身边。常毅，他竟然又将常毅派给了我。王爷，常毅毕竟是皇上派给您的龙隐卫，这样会不会不太好？君战看着他像个小狐狸一样，即使强忍着，也忍不住翘起了的嘴角，蹙了蹙眉。你若觉得不好，便算了。本王……那臣女就却之不恭了。王爷，那小女现在便开始为您施针，还请王爷先平躺到床上去。煮熟的长翼，他还能让它飞了？这时，半夏和长风正守在门外。半夏已经仿佛被定了身一般，一动不动很久了。他那身体实在过于僵硬，惹得一旁的长风都不由看了他好几眼。大人，您渴吗？长风没有说话，似是觉得半夏这样挺有趣的，还刻意板了一张脸。我好像有些渴了，我去喝点水。半夏说完便转过身，抬腿准备开溜。只是走了2步才发现这里是景王府，他根本不知道该往哪个方向走，只好尴尬地回过身。跟我来。我不是真的想喝水，我只是想离他远一点，活动一下筋骨啊。叶软回到叶府，还没来得及歇口气儿，叶世安便亲自来了他院中问询。父亲，都是女儿无用。唉，你也无需自责，当初陛下遍访名医，都对景王的伤毫无办法，何况你一个尚未及笄的闺中女儿家。父亲，女儿不会放弃的。我治不好景王腿伤的事，如今还瞒着陛下跟景王府的人。我虽无法治好景王的腿，但师父专门教过我一套针法，或许可以让他的腿恢复知觉。虽依然无法站立行走，但陛下爱重景王，见到他恢复知觉，心存希望之下龙心大悦。或许不能让爹官复原职，但也许能借此请陛下将三妹妹从那庵里放出来。待三妹妹出来，我再说自己能力不足，只能医到那个程度，想必陛下也不会追究的。这倒不失为一个好法子。近来听知凡说宣王和那许家的2小姐许子金有所往来，如今嫣儿被关在那庵中，若被人趁虚而入便不好了。反正叶软又不能真的治好景王。好，难得你对嫣儿有这份姐妹之情。爹爹说的什么话？我自回府来便只与三妹妹亲近些，怎会忍心袖手旁观？叶世安又难得的夸奖了叶软一句，便满意的走了。叶世安走后不久，叶软的院中倒是迎来了2位稀客。
姐姐院里这茶，色泽翠绿，香如幽兰，其味醇香，想必是庐山云雾吧？正是。二妹妹这舌头可真灵。母亲家中有一位兄长，近日正在那处做生意，便给母亲捎了些过来。这茶也是前几日母亲刚给我的，我想着也让妹妹跟姨娘尝个新鲜。母亲待大姐姐真好，大姐姐有所不知，不只是对你李府这些年，夫人待二少爷也极好，有什么好的东西都往二少爷的院子里送，便是他亲生的大少爷也是比不上的。可不是吗？若非如此，弟弟怎会被养成那副骄纵的性子？那妹妹可错了，母亲原先安排给我的那些丫鬟嬷嬷们都是极为忠心称职的。我回府后，为了让我早些熟悉府中一切，可是将这些都事无巨细讲给我听过的。只是我与弟弟不争气，都是平白辜负母亲对我们的一番心意。姐姐过谦了，二弟性子虽然有些跳脱，经常惹父亲生气，但这些年其实也没真的做过什么恶事。若是真的用心教导，弟弟必也是可塑之才。叶软迎向叶曦的目光，自然听懂了这若有似无的暗示。只是他看这位二妹妹，倒像是个心有城府的，是敌是友，尚且难分辨。但愿吧，不知姨娘和妹妹今日来可有事寻我？大小姐，这次我与二小姐来寻您，确实是有个不情之请。姨娘请说。大小姐，您也知道，二小姐这脸小时候出意外留了疤，听闻您是神医苏木的弟子，不知可否替她瞧一瞧，看能不能将这脸上的疤痕驱除。我自然可以替二妹妹瞧一瞧，只是二妹这脸上是陈年的旧伤，我也不一定有十分的把握。妾身谢过大小姐。姨娘不必如此客气，大小姐愿意替二小姐医治，便是大小姐的仁慈，不论结果如何，我们都是感激大小姐的。大姐姐，虽然希儿也想脸上的伤有希望愈合，不过今日时候已经不早了，希儿也不想打扰大姐姐休息，不知明日我再来寻大姐姐可否？莫非是有话想单独与我说？自然可以，不过明日我要先去景王府替景王施针，妹妹未时过来即可。是，大姐姐，那妹妹便先告退了。小姐，今日二小姐似乎话中有话。无妨，她既主动找上门来，总有一天会主动告知来意的。前些日子铺子贴出了告示，今日你去可有寻到合适的掌柜人选？倒是有一个不错的，若小姐明日有空，我便带那人来见见小姐。叶软点了点头，应了声好。景王殿下，今日本王还有事要办，开始吧。是。江嬷嬷将军战扶到床上躺下，叶软也依言上前，从药箱中拿出金针，开始为军战施针。大概过了半个时辰，叶软才收了针。他听着外面传来的越来越大的雨声，心中暗忖：那场天灾想来是快来了。王爷，还不到1个月便是秋收，这雨可不是什么好兆头。哦，叶大小姐还懂天象之说？师父曾救过一位懂得天象的世外高人，那人为了报答师父，教过臣女此道。以臣女看，今年恐怕会有天灾。王爷若信小女，不如让人私下囤一些粮食。叶小姐莫非想怂恿本王发一发国难财？先不说有没有天灾，便是有，本王也不会取这不义之财。叶大小姐当本王是何人？王爷误会了，臣女并无此意，只是不知王爷可否听说过，如今我这母亲的娘家萧氏。皇商萧家？正是，萧家可是巨富之家。王爷也知道，我那继母与3妹妹早就投向了宣王，萧家如今可是宣王主要的财富来源之一。王爷若能将萧家的银子收入囊中，对于宣王而言也是一个不小的打击。叶大小姐的意思是让本王到时候将这些粮食高价卖给萧家？那萧家是商人，商人重利，若无利可图，叶小姐不会天真的以为他们会心系苍生，慷慨解囊吧？他们自然不会，不过王爷怕是忘了，臣女那3妹妹可还在那静月庵中。臣女这3妹是萧家跟叶家搭上宣王的重要纽带，如今嘉贵妃看中了许家，
薛王也与许家的二小姐来往频繁，王爷觉得他们会不会着急？萧氏又会不会趁这次机会将我那三妹从静月庵中捞出来？萧家手中无权，能使得上力的地方便只有银子。这赈灾的功劳换出一个夜烟，想必陛下也不会有什么意见。那叶大小姐觉得本王收多少粮食合适？越多越好，哪怕倾尽景王府之力。上一世叶烟已经被封为县主，萧氏一族都愿意为了他更上一层楼，奉上萧氏1/3的家财。更何况如今他也会适时的添上一把火。叶大小姐觉得本王仅凭你一眼便会冒这么大风险散尽景王府的家财？若今年是丰收之年，本王岂不是要守着这堆粮食发霉？王爷，若无10分把握，臣女定不会胡言。臣女愿以性命担保。哪怕这一世萧氏不行动，这天灾也是必定出现的。景王的粮食不可能留着发霉，这是一笔稳赚不赔的买卖。我知道了，此事我会仔细考虑。王爷今日既还有事要办，那臣女便先告退了。君战点头应允。他似乎是真的想断了君离的财路。叶阮从景王府回来时，冬青已经带了昨日他看中的一位掌柜在叶府等候。只是叶阮没想到，这时叶夕也早早到了他屋中。二妹何时来的？我也刚来不久，姨娘如今协助夫人去筹办大哥的宴请之事，我在房中无事，便来得早了一些。想到姐姐房中讨杯茶喝，不想姐姐今日瞧着倒还像有事处理，可需要我回避。都是些琐事，妹妹若不嫌烦，在这稍后片刻便是。很快，冬青便带了那掌柜前来。在下李俊，见过小姐。李掌柜不必拘礼，听说掌柜之前有过许多年的经验，不知可否细细讲一下？是，小姐，在下是徽州人士，来到京都已经20余年。这些年在京中的酒楼、成衣铺都任过掌柜，在京中也认得些人，有许多老主顾。李靖将自己的经历细细讲了一遍。小人见小姐要开的是胭脂铺，这几日我也仔细研究过这方面的事物，心中有了一定的规划。若小姐瞧得上李某，我再细细同小姐一一详谈。李掌柜经验如此丰富，且深谋远虑，心有锦绣，难怪能被我那眼刁的丫鬟看中。小姐说的哪里话，都是得东家赏识罢了。李掌柜自谦了，只是不瞒李掌柜，我这是第一回做生意，事宜许多事情还需要仔细同家中之人商量。你的情况我已经知道了，还请李掌柜先行回去。我这边有了结果，便让丫鬟前去通知你。这是应当的，那小人便回去等消息。冬青，李掌柜跑这一趟也辛苦，你去取一些酒钱，送他出府吧。妹妹觉得这掌柜如何？经验丰富，进退得当，且瞧着精明能干，是个做掌柜的好材料。别说是姐姐想开一个小小的铺子，便是更大的田庄酒庄，他管起来是不费事的。妹妹果然慧眼如炬。小姐，既然你与二小姐都对这李掌柜十分满意，为何还让他回去等消息呢？待冬青回来，你同他说，让他明日便回绝了这位李掌柜。小姐，这是为何？这李掌柜与我非亲非故，以他的本事阅历，大可以去更好的地方谋生，赚更多的银子。他何必来我这间小小的胭脂铺？而且还是帮一个看上去毫无经验的闺阁女子做事，他难道不怕我是临时起意，随意玩闹，自己很快便丢了饭碗吗？事出反常必有妖。小姐是说这李掌柜有问题？是，不管他是何目的，这人都不能用。我明白了，小姐，等冬青姐姐回来，我便告诉她。大姐姐待屋中丫头极好，我瞧着竟都有些羡慕了。半夏听到此言，想到自己方才没有经过小姐允许便插声说话，确实是不合规矩的。让妹妹见笑了，他们都是我贴身侍候的，我只想着人非草木，孰能无情。若我待他们已成，他们自然也会以同样的真心回报我。妹妹说是吗？大姐姐说的极是。好了，不说这些了，今日最重要的是帮妹妹看看脸上。听闻妹妹脸上这伤是当年从假山上摔下来，被尖锐的石头划伤的。是，当时希儿年纪小，有些顽劣，与三妹妹一同爬上了假山玩耍，谁知却脚下一滑，自高处坠下，
也是希儿自己不当心。叶叶，也是奇怪，按理说府中那个假山上的石头不会那么尖锐才对。这疤当时妹妹没有用药吗？这伤虽然严重，但若及时用了药，应该不会留下这么深的疤痕的。自然是请了大夫的，不过是用医误人罢了。妹妹这疤的确有些棘手，有些地方我需要再仔细斟酌一下。不过妹妹也无需过多担忧，我这里有一种药膏，对于去除外物造成的疤痕有奇效，我可以配与你先用着。只是妹妹脸上的疤还有几种药物中毒的痕迹，所以大概使用3个月后，脸上还是会留下一道细细的红痕。到时我会再想办法化解这丝残毒。姐姐是说我这脸还有救？是，而且即便那残留的药性到现在不能驱除，妹妹也不用太过担心。我这里有遮盖力很好的胭脂，到时我给妹妹一些，妹妹使用后旁人是看不出痕迹的。大姐姐，谢谢。不是，也是我不好，回府这半年也该主动给妹妹看看的。我这半年也是被朱友蒙了心。大姐姐心善，与仙夫人很像。他原只是想着，若叶夕脸上的伤真是叶烟所为，那他或许能替自己在府中找一个盟友。可叶夕在这个当口提起了母亲，显然极不寻常。叶烟在冷宫时虽然说母亲的死是萧氏所为，却并未提到细节。如今叶府已在萧氏掌握下10数年，便是有什么人证物证，也必定清理干净了，他根本无从查起。不想今日竟有如此意外的收获。母亲离世时，妹妹年纪尚小，不想妹妹竟还记得母亲。我那时贪嘴，喜欢吃甜食，最喜欢到母亲院子里讨吃食。母亲身边的嬷嬷手艺极好，我每次去，母亲都会让嬷嬷做与我。只是母亲说吃多了对牙齿不好，是以每次都只是做一小份。母亲对人的好都是发自真心，为人考量的，不像萧氏。叶夕目光闪了闪，却未再开口。有妹妹的记挂，相信母亲在天有灵，也会很欣慰的。制作这祛疤的药膏还需要一些时日，待我做好再派人给妹妹送去。如今既知道叶夕可能知道些什么，他总能想办法让他开口的。多谢大姐姐，那妹妹便先告退了。如何了？大小姐说想寻一个女掌柜，方才让人回绝了我。我替夫人在京郊掌管着几处产业，也算得力。没想到想去一个小小的胭脂铺，竟然一个小女娃给拒了，真是老马识蹄。叫我说夫人也不用担心，这大小姐行事这般儿戏，又不谙世事，看着且不像是个能成什么大事的，左右不过是玩闹图个新鲜罢了。钱嬷嬷闻言也颇为赞同的点了点头。大雨又连续下了几日，今日的早朝上却出现了一个新面孔。陛下，如今秋收在即，臣观近日的天气似有些异常，为防有水灾，恳请陛下派人前去加固河堤，以保秋收。沈大人，这水利之事向来是我工部负责，沈大人这般越俎代庖，恐怕不合礼制。张大人言重了，都是为百姓行事，为陛下尽忠，何分什么你我？沈大人此言差矣，朝廷6部向来各守其责，若都如沈大人这般任意胡为，岂不是乱了套？沈大人出上任不久，这许多规矩还是该听人劝诫，恪守一二。好了，都别吵了。沈爱卿，朕知你也是一片赤诚之心，只是张大人方才说的不错，这朝廷6部就如棋盘上的棋子，只有各守其位，方能替朕安守四方。你先退下吧。沈卓今日不过是替景王接下来的事儿起个头，现西林帝开口，倒也不再争辩。陛下说的对，是臣逾越了。张爱卿，沈大人今日之行虽有些逾越，可这秋收之事事关民生，非同小可，不知你有何见解？皇上，这秋日雨水多些也是常事，西林这些年一贯风调雨顺，以臣多年的经验来看，今年必是丰收之年，微臣以为无需大动干戈。常大人，这秋季雨水多虽是常事，但这连续数日未断却不寻常，且如今看着甚至有愈演愈烈之势。本王以为沈大人的考虑也并非没有道理，张大人如此武断，未免太过草率了些。
君离见父皇沉默，便给张云山递了一个眼神。景王殿下多年不理朝堂之事，可能对许多事都不是了解。这修复河堤需要大量人力物力，此时恰逢秋收在即，若大量征用附近的民夫物资影响秋收，恐怕会惹出民怨，得不偿失。张大人，为官之道在于民，百姓不懂得防患未然，张大人难道也不知？若倒是真有天灾导致堤坝决堤，这影响的可不只是今年的收成，而是万千百姓的家园性命。张大人这般瞻前顾后，只懂得爱惜自己的羽毛，倒不如辞官回家含饴弄孙。景王殿下，下官虽不才，却也是基于公布数十年的典籍记载总结，才有今日之论断。景王陛下今日出使朝堂，便仅凭借沈卓一人之言，如此人云亦云，未免太过儿戏。这朝中之事，可与殿下平时在府中养些阿猫阿狗不同。景王殿下又如何肯定这天灾一定会来？张大人真有意思。若这天灾是可以靠典籍记载以及常规经验可以论断的，还要张大人何用啊？不如直接把这工部衙门改为藏书阁。皇兄，张大人在工部数十年，工部内善看气象者众，想来张大人是有把握今年不会有天灾，才有这番言辞。皇兄若实在担忧，不如待这秋收完毕，再着人仔细研究修缮河堤之事，如此便可两不相误。皇兄以为如何？自然是不如何。三弟做事向来都是这般首尾两端吗？皇兄何出此言？若这河堤在秋收之前决堤，三弟可担得起让百姓流离失所、家破人亡的责任？那目光太过锐利，君离只觉心中一颤，他当然不敢应。母妃说他如今年少，智谋尚有欠缺，让他在朝中秉持中庸之道。这些年他遵循母妃的教导，确实也没出过什么大差池。皇兄言重了，如今不过是商讨而已。父皇，既皇兄如今有意参与朝事，为父皇分忧，不如便将这事交于皇兄之手，想必以皇兄之才，必能寻得两全之法。君战既愿意找麻烦，他倒要看看，在这朝中重臣皆在他控制之中的情况下，君战能翻出什么水花。西林帝闻言皱了皱眉，君战出摄朝堂，他不免有些担心。父皇，儿臣愿意一试。西林帝见君战淡然自若的模样，思虑片刻后，终是点了点头。既如此，张云山，此事便由你协助景王。微臣遵命。今日之事你做得没错，如今这雨水一连数日未停，一切尚不明朗。它不过是一块顽石，而你在朝中经营多年，颇有贤名，他赌得，你却不能。他既要强出这个头，便先看他如何行事，你且仔细盯着他，再随机应变。母妃说的对，儿臣也是如此想的。先前他一直待在景王府中，我们想对付他，也不过只能在些微末小事上动手脚，坏一坏他的名声，反而没有可乘之机。如今他既自己跳出来了，对我们而言也并非是坏事。若他真有行差踏错，消磨的也不过是父皇的宠爱。我会让人先配合他，若这天气之事真有转机，我们也好趁机做做文章。那沈卓的底细，你再让人仔细查查。今日之事是他先提起，君战又那么刚好插手进来，其中怕是有什么猫腻。母妃思虑周全，儿臣会让曹延年去办。仔细想想，这次沈卓升任吏部侍郎，其中确有诸多波折。若他真是君战的人，我自然留他不得。你与紫金如今相处的如何了？君离没料到嘉贵妃会突然问及此事。这些日子接触下来，他发现那徐紫金果真和母妃说的一样，是对他有情的，且那份情谊瞧着甚至不是近日开始的。他不由有些纳闷儿，印象中他从未与徐紫金有过任何交集，不知这份情究竟是从何处开始。只可惜那徐紫金虽是个名副其实的才女，生的也算出众，但与叶嫣相比，终究少了一丝风情。母妃放心，这门婚事，儿臣有信心他不会拒绝。那就好，你先去办正事吧，切记不要急躁。儿臣知晓。王爷，这雨已经停了2日，景王那边却丝毫没有停下来的意思。和平来报，如今百姓之间已经开始有人有所质疑了。接下来该如何做，还请王爷示下。自然是让人去添上一把火，
让皇兄把这差事办得更漂亮些。王爷放心，下官一定让靖王殿下的圣名在这极县的百姓中大为流传。张云山退下后，宣王府的管家突然拿了一封信进来。王爷，这是今日叶三小姐身边的大丫鬟红袖送来的信件，请王爷过目。燕儿说明日重阳，想见他一面，可是明日他已经派人约了徐子金和徐府嫡子徐子维一同登高望远，这时间着实有些冲突。那婢女人呢？回王爷，那婢女来得十分急，只将信送到便匆匆而去，如今已经不见人影了。也罢，等从紫云峰回来再去不迟。此时的静月庵中，小姐，让她自己来，不许插手。姑姑，小姐这几些日子都没睡好，庵里早课诵经又起得早，您便行行好，让我帮帮她吧。帮什么帮？嘉贵妃有令，这些事情生活琐事，叶三小姐必须亲力亲为，早晚诵经一刻也不得落下，否则不过是换了个地方住，还是被人好生伺候着，岂非无视陛下的意愿，阳奉阴违。若被陛下得知贵妃娘娘如何交差，你过来给我捶捶肩，不该你做的事便不要做。叶嫣心中郁结，身上又没有力气，脚下一滑，便连人带桶摔在了地上，浑身都被打湿不说，那木桶极重，砸在他脚上，让他不由痛呼出声。小姐，你没事吧？真是娇气，看来还是磨砺的不够。不过不着急，我还有5年时间可以慢慢来，到时我一定还给嘉贵妃一个规规矩矩又老实听话的燕燕。扶你家小姐回去上药吧，虽然伤了脚，今日的晚课还是要去的，这些衣服便等她休息好了再洗。狗仗人势的贱婢，不过是仗着嘉贵妃，竟如此欺辱我。小姐，她不过是嘉贵妃身边的一条狗，您又何必和她置气呢？哼，待来日我成了这西陵最尊贵的女人，我会让她知道什么叫做生不如死。还有嘉贵妃，你不是瞧不起我的出身吗？原本我还一直想着讨好于你，可如今你这般对我，待君离哥哥掌权，你也成了老不死的。我会将今日的一切全部讨回来。我让你送给宣王的信，你可送到了？回小姐，我今日跟着赵姑姑下山采买，趁着那赵姑姑在酒楼开荤，便偷偷将信去了宣王府。小姐放心，王府门房那几个人都是认识奴婢的，这信一定会送到宣王手中。叶嫣心里这才好受了些。我们来此都1个月了，我让你去厨房跟人拍下交情，打点一下，让他们给我弄些荤腥吃，可办妥了？没有，小姐，他们更不管我们是何身份，只说上头有交代，不敢拿我们的银子。废物，你怎么这点小事都办不好？他们不敢就再加些银子，我就不信拿着大把的银子砸，会有人不心动。红袖忙跪了下去，膝盖不小心跪到一片碎渣上，她却不敢吱声。小姐息怒，我一定会尽力去办。叶嫣看着惶恐跪在地上的红袖，瞥见她膝盖上隐隐渗出的血迹，想到这些日子以来她对她还算尽心，且她还指着红袖办事儿，便收了怒气。我并非有意苛责于你，刚才确实气急了，你过来帮我上药吧。那贱婢想必又是背着我们开荤去了，我们也能趁机喘口气。待回了府，我定会厚赏于你。小姐，什么赏赐不赏赐的？奴婢自小跟着小姐一起长大，无论小姐是顺境还是逆境，奴婢陪着小姐都是心甘情愿的。好，我看你膝盖也受了伤，你回了房间给自己上点药，好生休息一下。我知道这些日子那赵姑姑也没少使唤你，你也受了不少委屈。谢小姐关怀，奴婢本就是伺候人的，算不得委屈，只是苦了小姐。如今只盼望着明日宣王殿下能来，那赵姑姑投鼠忌器，小姐的处境能好些。君离哥哥一定会来的。今日表姐去府中都不见表弟，听闻表弟如今正在书院用功读书，不知学得怎么样了？挺好的，这1个月我都有认真听夫子讲课，1堂课都不曾落下。夫子还夸我知道上进了，只是我虽然坐在学堂中，也十分认真的去听夫子授课了，可是大部分的时间还是总觉得夫子在念经，我只揪着自己的腿，才好不容易撑住没睡过去。姐姐，你不许笑，我这是为了谁？还不是为了给姐姐争口气吗？姐姐怎能取笑我？弟弟若有心上进，这世上并不止一条路可以走。若是弟弟实在不想走科举的路子，
不如想想自己可有其他擅长的事情可以做。叶麒宁并未正式学过武，但上回在醉仙楼的时候，却硬生生凭借着一股狠劲儿，从一群人手中伤了曹子昂。常毅过来他身边的这几日，也对他说，叶麒宁很有几分习武的天赋。虽然如今没有战乱，但京中的金吾卫却是许多武将之家的子弟们一个不错的去处。擅长的是斗鸡、斗蛐子、蹴鞠、投壶，这些都不像是能干出什么事来的样子呀。云哥这时看了看叶软，目光动了动。今日去紫云峰，若单纯只是登高也无趣，不如表弟和三弟便比试一下体力，看谁先攀上了峰顶。若三弟赢了，软妹妹就将他要的那药粉给他；若表弟赢了，或前些时日得了一杆名戟，便赠与表弟，如何？云奇自然兴致冲冲的应好，叶麒宁也来了兴致，抛开了方才心中的纠结，爽快的应下。叶软不由看向云哥，朝他微微颔首，笑眼弯弯，如同月牙一般。云哥紧了紧手中折扇，嘴角也不由自主地勾了起来。几人说了一会子话，便上了马车。只是马车发动时，叶软的眸光忽而一顿，只见叶府的转角处也正停着一辆马车，一身黑衣的长风正立在马车旁。他昨日虽是突然收到请帖，但也遣半夏送了消息去景王府告知。怎么长风还是来了？叶软想着，忙叫人停车。云哥将马立在轿帘旁，询问道：“表妹，怎么了？”表哥，景王府的马车在那边，昨日临时决定与你们去登高，景王府的人可能没有收到我的消息，劳烦表哥替我去告知那边那位黑衣护卫，我申时再去景王府为景王殿下医治。云哥看了看不远处，点头应是。等云哥过去和长风说明情况后，一行人便又重新出发了。那轿内似乎有人。表妹不是多嘴和喜欢逞口舌之快的人，方才为何有意让玄王难堪？表哥常在京中，可有听说过许家这个二小姐许子金？自是知道，许太傅家中门风清正，想来家中子孙应该也不会差到哪里去。所以嘉贵妃这次为君离挑选的新王妃人选，便是这许家二小姐。许太傅不是那附庸权贵之人，若非许小姐愿意，想来家中也不会勉强。表哥说的对，可看今日的情形，那许家小姐或许已经对君离生了情欲。方才在庭中，我想起表姐的事，一时不忍她被君离蒙蔽，才忍不住多说了些。上一世，许子金与他同病相怜，都被叶烟害得落了个凄惨无比的下场。个人都有自己的选择的命途要走，表妹也无需太过强求。表哥说的对，只是若君离娶了这许子金，君离今后在朝中怕是更加无往不利了。表妹，我有一事想问，还望表妹如实告知。表哥请说。景王的腿疾，你能治好吗？能，只是现在缺了一味极为稀有的药材，还无法确定何时才能成事。我明白了。表哥，云府如今没了和君离的婚事，在朝中便可一直保持中立。景王也好，宣王也好，都和云府没有关系。舅舅便像以往一样做个纯臣便是，这样无论将来谁胜谁负，云府都可平安无虞。云哥知道叶软在想什么，却没有继续接话。不说这些了，我们走吧。表弟他们说不定已经登顶了。云奇此时正在一处庭中舞剑，叶麒宁则双眼放光的在一旁看着他行云流水的身影。叶软正挽着林氏准备走过去，忽然眼神一瞥，便看见了一个本不该出现在这里的人从凉亭的另一头走来。今日在驿府门口坐在轿中的人，应该就是景王。他怎么会这么巧也来了此处？听闻最近景王往返京都附近的5个县，指挥修缮堤坝事宜，此时应是事务繁忙，无心出游的。莫非是为了表妹？云哥微微皱了皱眉，觉得这个念头有些荒唐，但一时又找不出更好的解释。近日在此与景王殿下也是缘分，若殿下不嫌弃，便尝尝我云府厨房的手艺。府中厨子做的这重阳糕，味道不比醉仙楼的差。夫人客气了。君战微微点头，手却没动。叶软忽而想起，君战似乎是不喜吃甜食的，又不想舅母一番好意落空，便起身往每人盘子里都夹了一块，又让半夏给几人都斟了一杯茶。
走了这许久，想必大家都渴了，不如先喝杯茶。夫人不必顾忌我，我只在此处借口茶水伤情，你们自便就是。云奇是个闲不下来的，见君战不欲再言，才抬头将杯中的茶一饮而尽，兴致冲冲地对叶软说：表姐，今日为了你的药粉，我可是拼了命才略胜表弟一筹，你可得记得给我。表弟放心，少不了你的。不过表哥，今日我可是给弟弟讨个人情，虽然他今日没赢，你应承的那只长戟，可否还是赠与他？舅舅府中的兵器必是极好的。这倒并无不可，只是表弟可是真心想要。我看表弟似乎没有学过戟法。当然了，我方才见表哥舞剑，觉得很是威风，也正想寻一门兵器来学，还得看表哥是否愿意割爱。什么割爱不割爱的，都是一家人。何况你大姐姐和你又都亲自开了口，你表哥自是什么都愿意给的。哥儿，你说是吗？是，只要表弟有心学，我回府便前人给你送去。谢表哥。这长戟虽然结合了枪和矛的优点，历来也有诸多名将因此成名，但叶府少爷如今并无基础，这戟不光重，还灵活多变，初学起来未免吃力。倒不如先学长枪，练练臂力与手感，待来日小有所成，再看是否另作选择。云哥感受到君战目光中那若有似无的占有欲，平静的眸子中微微起了一丝波澜。先前的猜测或许并不算荒谬。景王殿下说的有理，表弟如今初学，多接触些兵器也是好的。景王府刚好有一柄好枪，今日叶大小姐随我去府中医治时，便带回叶府赠与叶少爷们，全当我感谢叶大小姐为我这腿疾费尽心力的谢礼。表妹虽是谨遵陛下旨意为王爷医治，但王爷能感念表妹的辛劳，表妹心中应也是十分高兴的。至于表弟最后觉得哪种兵器称心称手，还得看他自己的心意。王爷以为呢？庭中一时没了声音，叶软也察觉这氛围突然有些说不出的怪异。王爷和表哥为了您弟弟思虑良多，软儿在此谢过了。若弟弟将来学有所成，一定给二位备上厚礼，感谢今日点拨之情。君战听到叶软的声音，似忽然回过了神。昨夜他在安阳县一夜未归，而后又鬼使神差的来了这里，本就十分疲惫，偏偏方才又被这日光刺得心烦，倒是不知不觉失态了，还说了这许多毫无意义的话。纵然看出云夫人的眼神中的深意又如何，左右叶软也是要嫁人的，可心中那若有似无的在意让人有些郁结。他忽然将面前那枚重阳糕拿起来放到了嘴边，他怎么吃上了？夜黑风高，静月庵一处偏门却在这时开启。宣王殿下。红袖欢喜地压低了声音，将君离和袁盖迎了进去。君离进入房间后，红袖即刻识趣地关了门。此时的叶嫣正背坐在禅房中梳妆镜前，如今秋意已浓，她却只着了一件单薄的鹅黄色衣裙，雪白的脖颈间向下延伸，竟能窥见一丝春光。殿下，嫣儿是在做梦吗？嫣儿，是我。君离忍不住伸手抚摸着她那修长而白嫩的脖颈，叶嫣却仿佛回过了神般向后瑟缩了一下，眼神也似突然清明一般，拉过一旁的外衣给自己披上。殿下，真的是你，嫣儿还以为您今日不会来了。春光背眼，君离只觉愈发心痒难耐。怎么会呢？我何时失信于你过？殿下，别哭了，本王不是来了吗？自从嫣儿入了这静月庵，殿下便从未曾踏足。赵姑姑说您今日陪许家姐姐去紫云峰登高，嫣儿还以为您有了许家姐姐，别忘了我。殿下，嫣儿心中怕您不要嫣儿了。说的什么胡话？我们多年的情谊，岂是那徐子金可以替代的？我不是与你说了吗？我与他往来都是母妃授意，为了来日大业，你无需将他放在心上。殿下，嫣儿并非那轻重不分之人，只是想到徐姐姐有殿下陪伴，心中竟涌出了一丝嫉妒。殿下，嫣儿是不是很坏？若你心中连这一丝嫉妒也无，本王倒是要怀疑你是否真心于我了。说完，他便朝着那嫣红的唇瓣吻了下去。叶嫣这次却没有推开他，
只眸光闪了闪，将眼神投向了门口处。姑姑，小姐真的已经歇下了，奴婢没有骗您。胡说，房中的灯还亮着，怎么可能已经歇下了？姑姑是真的，小姐这几日心神不宁，心中害怕，这才睡觉时留了一盏灯。小姐前些日子伤了脚，见先是天凉，小姐带着伤浆洗衣物，又染了些寒气。姑姑却还罚小姐熬夜抄写经书，如今小姐好容易睡下了，姑姑便发慈悲，不要再难为小姐了。闭嘴！你当我是傻子吗？这房中分明就有男人的声音，你快让开，我倒要看看这里面究竟是哪个野男人。元和元盖，你们都死了！元和元盖这时也现身，将赵姑姑拦住。片刻之后，姑姑可看清楚了，你口中的野男人究竟是谁？奴婢方才不知屋中之人是殿下，言语间有所冲撞，还望殿下宽恕。姑姑方才不是威风的很吗？你方才说她平时是如何对待你家小姐的？红袖瞥了一眼赵姑姑，一副敢怒不敢言的模样。让你说你就说，畏畏缩缩成什么样子？红袖忙俯下身去，将这些日子夜烟受的苦一丝不漏地禀告君离。混账！谁给你的胆子如此苛待于嫣儿？元盖，赵姑姑此番大胆冲撞辱骂于我，给我拖下去，先打她50板子。王爷，您深夜来此，奴婢并不知晓，奴婢也是担心叶三小姐年纪小，做出什么糊涂之事，这才急躁了些，实在是无心冲撞于您。且奴婢所行之事都是遵从贵妃娘娘的旨意，奴婢也只是奉命而为，还请王爷息怒。贵妃娘娘下令，任何人不得前来探视，若知晓殿下深夜在三小姐闺房中停留，说不得还要迁怒于三小姐，奴婢定会为王爷保守秘密，还请王爷看在奴婢一片忠心的份上，原谅奴婢今日的无心之失。这么说，本王还要感谢赵姑姑了。奴婢不敢。王爷，姑姑也是听命行事，今日也是无心之事，王爷便放过她吧。她毕竟是贵妃娘娘的人，嫣儿也不想因为自己让殿下和娘娘生了不快。如今抓住了赵姑姑的错处，刚好可以牵制于她。只要眼下井水不犯河水，带她出去，多的是机会收拾赵姑姑。赵姑姑，你不要以为有母后在身后撑腰，本王就不敢对你如何。你说破天去也不过是个下人，我今日就算除了你，母妃最多也不过是生几日气。你以为自己真能翻出什么风浪吗？母妃虽派你来此监管嫣儿，但嫣儿毕竟是本王的人，你日后可要掂量一些轻重，否则须知事极必反的道理。王爷的意思奴婢明白了，奴婢日后定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只是这庵中的早晚课还是要请叶三小姐去做，否则众口铄金，奴婢在贵妃娘娘那里也不好交差，还请王爷体谅奴婢的为难之处。贵妃娘娘的教导，嫣儿还是应当听的。王爷，就如赵姑姑所言吧，嫣儿就当早晚为王爷祈福祝祷了。好呢，你滚吧。说着，他便带着夜烟又进了房间，房门一关，便又将夜烟搂在怀中，手也不安分起来。王爷，方才嫣儿是许久不见王爷，一时忘情才失了分寸，还望王爷怜惜嫣儿的名声。君离见夜烟一副水光潋滟的眸子，又吻了吻她的唇瓣，才放开手。这女人嘛，还是得心甘情愿才有趣味。方才你那丫头说你染了风寒，如今可好些了？谢王爷记挂，已经好了，就是前些日子被水桶砸了脚，如今还疼着呢。那赵姑姑也是个刁奴，日后她要是还敢欺辱于你，你尽管让红袖来告示于我，自有我为你出头。你也是太过心善，方才要不是赵姑姑找上门来，你还替她瞒着。她毕竟是贵妃娘娘的人，嫣儿不愿见王爷为难，嫣儿受些皮肉之苦也不算什么，只是如今还不知道要在这里待上多久，心中彷徨的紧。你放心，我会尽快想办法让父皇母妃松口，让你出去的。若这次军战的事情办得好，母妃也许会松口，想办法向父皇求情，将夜烟放出去。今日他过来时月朗星稀，明日注定是个好天气，忍了这些时日，也是时候出手了。大人，如今这雨都停了几日了，这堤坝加固也不是急事，
如今秋收在即，便让我们先回去吧。等农闲时您再来征调，我们一定积极响应。大家安静一下，先听我说。各位乡亲，本官自然知道这秋收的紧迫，只是这甲骨堤坝之事是景王殿下亲自下的命令。本官纵然有心放你们回去，可奈何人微言轻，实在是无能为力啊。管他什么景王，这粮食收成是我们老百姓的命脉，今日便是陛下亲临，我们也得分说一二。不行，你们若走了，我如何跟景王殿下交差？大人，您说的这位景王现在在哪里啊？大人不如让他出来，我们倒要问一问，如今这风和日丽的，他为什么要在这秋收重要关口将我们困在这里修缮堤坝？就算他是王爷，也不能这样不讲道理啊。对，听说那个景王是个残疾，平日足不出户，他能懂个什么？是啊，让他出来。胡闹！景王乃天皇贵胄，怎是你们说见就见的？你们这般都是不要命了吗？大人，我们当然是要命的，只是与其粮食失收等着被饿死，我们还不如拼了命争上一争。对，何大人，您只管叫景王出来给我们一个说法，有什么后果我们自己担着便是。干什么？都要造反吗？你们以为人多势众，景王殿下便拿你们没有办法吗？若触怒了他，真的追究下来，你们有几条命也不够死的。和平，不可如此。见过宣王殿下，见过大人。方才发生了何事？你为何对百姓口出恶言？和平即刻上前禀明缘由。我知道了，你且退下吧。您就是宣王殿下吧？听闻殿下一向仁心仁德，还请殿下救救我们。好了，你们先起来。事情的原委本王都知道了。张尚书，本王的皇兄一时兴起参与朝政本是好事，可如今这雨都已经止住了，你身为工部尚书，这修缮之事乃是职责所在，怎能无视民意放任不管？你马上传令下去，让人将5县的百姓都遣送回家，不得有误。是王爷，此事下官先前在朝堂中便对景王殿下分说过了，怎奈景王殿下一意孤行，臣也无可奈何。如今有宣王殿下做主，下官必定立即着人去办，定让百姓们将这秋收之事顺利的开展。宣王殿下贤明，谢殿下为我们老百姓做主。后方的百姓见状也跟着跪拜而下，一时间感激之声不断。三弟好生威风啊！今日便是知道他会来安阳县巡查，他才安排这出戏，正怕他不来呢。参见景王殿下。这些日子我让人去工部寻张大人，张大人都说忙于政务脱不开身，今日倒是舍得露了个脸呢。臣这些时日的确是事务繁忙，且这甲骨合堤之事是景王殿下主导，想来也无需微臣，微臣便只派了人过来。只是如今情况有变，臣不得不来一观。本王方才听闻三弟要将这些百姓都遣回家。正是，皇兄方才也应听到了百姓们的陈情，可是对我这决定有何意见？我早就说过了，这加固堤坝之事，我势在必行，谁也不能阻止。皇兄，我这也是为你考虑。如今这风和日丽，若你还继续固守己见，将人都留在此处，倒是真误了秋收，皇兄可没法向父皇和天下百姓交代。不如趁此刻大错还未铸成，将他们都放回家中去，这样皇兄也好下台，不是？三弟怕是没有听清我方才说过的话，父皇既将此事全权交于我，三弟还是不要插手为妙。宣王殿下不过是为民请命罢了，景王殿下何必拿陛下说事？臣知王爷您出使朝堂，立功心切，先前天气不好便也罢了，可如今这雨势明显已经收住，你何苦还死撑着颜面，这般独断专行，置万千百姓的生计于不顾？您这急功近利，就不怕寒了百姓的心吗？这时围在一旁的百姓听景王还是不让他们走，宣王与这位张大人又这般维护他们，一时间也大着胆子声讨声不断。方才那2个带头的百姓言辞尤为激烈，渐渐竟引起了一阵骂声。军战朝身边的长风示意：你2人一再挑事是何用意？景王殿下这是什么意思啊？我们不过是平常的老百姓，今日也是为了家中收成才被迫至此。殿下莫非是要仗势欺人，欺压百姓？纵然您是皇子，也不能这样草菅人命啊！寻常百姓，那2人倒是说说家住何处，又姓甚名谁，看看这里有没有人认得你们。现在是景王不顾我们百姓的生计，和我们姓甚名谁有什么关系？你们之中有谁认识这2个人？站出来！百姓们你看看我，我看看你，竟无一人有动作，顿时都有些怔愣。怎么回事啊？怎么会没人识得这2人呢？长风、长宁，将这2人送去刑部，
仔细审问他们的底细，若还有敢闹事的，一同抓起来，谁都不例外。大哥，这2人只是平民百姓，我看大哥还是将人放了为好，否则大哥这欺压百姓的名声传出去，怕是要激起民愤。本王奉旨行事，这2人身份不明，却趁机作乱，本王拿下他们是天经地义，就不劳三弟费心了。还是三弟以为仅凭你身后这几个人能将他们2人从我手中救走？君离一噎，只是转头一想，这2个人如今都是乔装成百姓，想来他一时也查不出什么。他回去便给他们安排一个身份便是，若将这欺压平民的罪名扣在军战头上，岂不是更好？大哥当真要如此固执下去吗？军战却未再言语。各位乡亲，本王的皇兄如今有圣谕在身，今日怕是无法兑现方才所说的话，本王深感愧疚。不过请大家放心，待我回去一定向父皇陈情，早日放大侠归家。君离说完便带着人状若气愤无比地拂袖而去。百姓们见他们离开，前方又有2个闹事儿的正被人用刀架在脖子上，一时也不知如何是好。王爷，这接下来怎么办？自然是照先说的办。何大人在工部也有数年了，若这小小内乱都解决不了，我看你也不用干了。下官知道了。陛下，秋收之事事关民生，如今京中已乱作一团，陛下万不可再纵着景王如此荒唐行事。若秋收不济，冬储不戒，到时必会民不聊生。陛下有何脸面面对西林先祖？西林帝看着义正辞严的卓老大人，只觉脑仁疼。可想到军战找到他时口中的笃定，甚至不惜以性命担保，他还是将事情都压了下去。4日便称病没有上朝了。景王一直未曾露面，景王府外的哭诉，在经历了1日1夜的无人问津后，渐渐变成了叫骂声。王爷，如今京中乱成一片，您不担心吗？叶大小姐不是言之凿凿，说这天灾一定会来吗？叶大小姐都敢以性命担保了，本王便受些10日的污名又如何？本王可是将这身家性命都压在叶小姐身上，难不成叶大小姐此刻要反口？王爷此番作为，可是志在朝中。继续说。上回太后寿宴，王爷便有意让陛下贬了我父亲的官，这继任吏部侍郎的热门人选，随后就出了事。如今这外间传言，惹起事端与王爷一起陷入舆论中的沈卓沈大人，应该是王爷的人吧？王爷在安阳县和近日强硬所为，除了真的为防灾做更多的准备，也是有意将事情闹大。因为只有露出更多的把柄，那些人才会更加忍不住犯错。如今外面事情渲染到这个地步，宣王应该马上就要忍不住了。你此前一直藏拙，今日却外放锋芒，是为何？小女只想问殿下一句，若宣王为了博得贤名，真的命人将修缮河堤的人全部都撤走，你可会让他如愿？不会。天灾不可逆，今年粮食失收已是注定，并非人力可以扭转。但上一世多处堤坝决堤，大水淹没了京都附近那5个镇，洪水造成的后果越严重，君离犯下的错便更加无可饶恕。但军战即便要复仇，也不屑拿这么多无辜人的性命去换。既已得亏天机，便应尽一份人事。王爷仁心仁德，不想用百姓的性命去做筹码，但若这人不撤走，纵然您抓了2个挑事之人，掌握了他们四处怂恿人挑起民愤的证据，来日事发，将他们曾试图阻挠之事摆到明面上来，恐怕也只会得个不轻不重的处罚，未免太过便宜了军礼。小女心中有一个可以2全之法，王爷可愿意听？愿闻其详。半夏和常毅离开后，叶软便和长风回到了为景王医治的院子。这猫在府里也只让我与王爷，没想到和叶大小姐这般投缘，也是稀罕。嬷嬷说的正是，我初见着她时也觉得极为亲热，说不定啊，我与她前世有过什么缘分。可不是吗？这样的场景似曾相识。那时她初嫁入景王府，却显得有些闷闷不乐。君战想着中秋夜宴上的事，或许叶软并没有真正释怀，否则他也不会一边试图讨好于他，一边又不愿意让他触碰于他。
于是君战让人寻了这只猫，让猫装作是误闯灵犀阁的样子，想送给他解解闷儿。只是后来君战才知道，叶软那时自相矛盾的作为，只是既想替君离打探消息，又从心底厌恶于他。可是当初他宁愿舍去这天下女子都向往的准皇后之位，也要背叛我，无名无分的也要跟着君离的这份情，又是为什么突然舍弃了呢？难道他的死还有什么我不知道的原因？时至黄昏，叶软终于等回了半夏和长意。小姐，如今宣王府门前聚集的人越来越多，我与长意大人离开时，那宣王还亲自露面了，说明日便去向陛下成情。是，我都看见了。你与长意今日做得极好，你先去和长意一起去将这装扮换下来吧，明日还得接着去呢。宣王殿下，如何了？陛下可有同意收回成命？如今我们的希望可都寄托在您身上了。君离的脸色变了变，只说还需要再等等。百姓们顿时蔫了下去。姐姐，我这几日听京都的人说，景王是陛下的嫡长子，陛下一向疼爱他，会不会宣王殿下出面没有用啊？唉，你说的也有道理，就是一只手的指头也分个大小，想来这宣王殿下在陛下的心中是比不过景王的。对呀，姐姐，我听爹爹说，县里面那些个秀才老爷家也都是嫡庶有别的，可能这皇家也是一样的吧。宣王殿下虽然仁善，还给我们准备吃食草席，可是他毕竟说话不管用，陛下又不会真的为了他惩罚景王，我们还是想想别的办法吧。元和元盖，你们马上去将张云山、袁华一同给我找来，马上！不能等了，如今父皇连装病都用上了。这次让元宝公公去景王府，定是想让他私下说服君战，让他悬崖勒马，主动将人都遣散了。父皇到时再霍霍稀泥，这件事说不定便会被这么不轻不重的接过去。他好不容易抓到君战的把柄，还是这样一个能趁机树立他名声和威信的机会，他一定不能白白放过。很快，张云山和袁华便到了宣王府。三人一阵密谈后，兵部尚书袁华便依照君离的命令，将派出去的备军全部撤了回来，并让他们协助工部将所有百姓遣散。混账！谁让你们二人私自将人调走的？陛下，前些日子无数百姓涌入京都求告，陛下又因病未能上朝，臣于心不忍，一时糊涂之下，才于元大人做了这样的决定，请陛下责罚。责罚？若不是景王临时调动了赋闲务农的云家军，这堤坝决堤祸及万千百姓的性命，你们有几条命可以赔？陛下，这天灾并非人力可以预测，当时那样的天气状况下，我们也是为了这5县百姓的生计，才不得不放那些百姓归去，这实在是当时权衡利弊之下最好的选择呀。哼，好一个权衡利弊！天灾不可预测是真，但你们抗旨不遵却是不争的事实。若朝中官员都像你们这般擅作主张、阳奉阴违，还要朕这皇帝做什么？陛下息怒！西林帝沉默着，眼神却不由自主地瞥向君离。君离察觉到西林帝的视线，暗道不好。父皇不是傻子，如今他若是一言不发，反而会惹得父皇更加不快。父皇，此事儿臣也有监管不力之过，未能及时阻止2位大人，儿臣实在难辞其咎。听闻如今5县抗灾物资短缺，儿臣愿号召京都商贾之家，并捐出宣王府半数家财，筹集白银30万两，以赎己过，请父皇恩准。张云山、袁华，你2人抗旨不遵本是死罪，但念在你等所为也算事出有因，便先革去你们2部尚书之职，押入大理寺，等灾情稳定后再行发落。张云山和袁华颤颤巍巍地跪谢皇恩。云少何在？臣在。这次你虽是被景王所迫，但终究是你云家军救灾有功，你便暂时兼任兵部尚书之职，调令京都附近所有备军前去支援景王，即刻动身，不得延误。云少低头领命，心中却是震惊不已。陛下竟真的如景王与阮儿所言，选择了他。早朝散去，西林帝罚君离于金銮殿上再跪1个时辰，让他静思己过。父皇从未如此下过他的脸面，如今却这般对他，他心中的恨意几乎要控制不住翻滚而出。30万两。是，宣王殿下人传话来说，让我们务必2日内凑齐，送去宣王府。
宣王这次可真是狮子大开口。母亲，这钱财毕竟是身外之物，若没有宣王殿下外祖夹着皇上的位置，岂是坐不稳的？我们如今与宣王坐在一条船上的，母亲万不可在此时犯糊涂啊！你说的道理我都懂，可你祖父与舅舅们织来的这份产业，其中的艰辛又有何人知道？我不是舍不得这些身外之物，可他们也总该让我们看到希望。如今嫣儿还在那静月庵待着，这让我如何甘心？母亲，如今我们也没有别的办法了。若我们不配合，嘉贵妃还可以扶持别的人替她敛财，小姐对她而言并不是唯一的选择。屋里顿时陷入了短暂的沉寂，因为三人心中都明白这是事实。这时有下人忽然来报说叶阮来了。阮儿怎么来了？如今景王去了安阳县指挥救灾，王府那边派人来说，景王可能还得在那边待上一段时日，所以想让我今日随舅舅他们一同前往安阳县，为他继续施针，还望父亲准允。无事，既是景王的命令，你就同你舅舅一同去吧。是，父亲。父亲母亲让大哥过来，可是商量府中停办宴席之事。是，如今天降灾祸，若在此时大肆宴请，恐引人局语。说起这灾情，确实让人忧心。不过今日我倒听舅舅说起了宣王殿下为了赈灾百姓捐赠的事，女儿忽然想，陛下仁德，心系百姓，若我们叶府也出一份力，说不定陛下会嘉奖于我们呢。萧氏闻言眉间一动，是啊，既然宣王能以银钱赎过，那为什么他们不可以？然而有心了，这事我会与你父亲仔细商量的。女儿也不懂这朝堂之事，只是见父亲前段时间受了陛下挂落，心中担忧，那女儿便先回房收拾行李了。老爷，你觉得如何？若我们愿意出银子赈灾，陛下会否因此赦免了嫣儿？会，这确是个不错的主意。虽然宣王允诺的30万两，加上户部这次剥削的银钱，救灾物资已是够了，但这5县粮食失收已成定局，我们还可以在灾后救济上下功夫。京中如今的粮价是20钱一升，要给出足够让陛下动摇的筹码，大概需要10万两白银。只是按照以往，灾后往往有粮食溢价的问题，以35文算，这花费可能要高达17万两。加上宣王这边的缺口，岳父那边不知一时间能否拿出这么多的现银呢？萧氏在心中计较了一番，依照父亲和哥哥们所言，如今萧府除去不动产与祖产，积累下来的可以动用的银钱大概是100来万两。这些银子加起来等同于掏空了半个萧家的现银。可是这些银钱没了还能再挣，先救嫣儿出来才是正道。这钱我们给。表妹，我们收来的这些粮食都是去年的存粮，因着秋收在即，收购这些粮食的价格只有15文一升。依表妹看，我们多少价格卖给他们合适？80文。80文，这会不会太高了？京中日常的粮价是在20文左右，便是有时收成不好有溢价，也断不会超过40文。不会的，他们给得起。这破财免灾，自然是要让他们破到底。景王殿下，臣奉陛下命令，调集京都周围备军前来支援。这些人如何安排，还请景王示下。云将军请起。如今有云家军和各县百姓负责继续抢修加高堤坝，人手应是足够了。只是现在这雨势不减，积水已经没过农田河道，需要组织人手进行河道疏浚，以免淤泥堆积淹没房舍。另外，以防万一，还需分一批人将堤坝附近的百姓先撤离到地势高一些的地方经营安置。这些事便交于你了。王爷放心，臣早年在外征战时疏散安置百姓的事是做惯了的。至于这疏浚之事，犬子涉猎甚广，可以帮臣参谋部署一二。好，你们先去办吧。云少带着云哥领命而去。王爷思虑周全，此次幸得王爷坐镇，我安阳县百姓才能保得住身家性命，下官实在佩服。军战懒得听他拍马屁，让他也一同退下去后，这才看向尚在堂中的叶阮。你怎么也跟来了？臣女心系王爷腿伤，自然要来。好好说话。叶阮苦笑，这人看来是真完全不吃甜言蜜语这套。回王爷，臣女说的是真的，只是心除了系王爷腿疾之外，臣女又想着以往大灾之后多有大疫，
便借着王爷的名义前来看能否防御一二。上一世水灾过后的1个月，确实爆发了瘟疫。你准备怎么做？我想在这段时日内，先教留在家中的妇人们一些基础的防疫之法，然后再制一些防疫的汤药分发给百姓。只是臣女如今囊中羞涩，这5县的百姓加上前来支援的人，恐怕花费不会少，还想请王爷相助一二。你放心，如你先前所说，这钱自然有人会掏。王爷说的是，那小女便静候王爷的消息。让长风也暂时跟着你吧。安阳县如今人多繁杂，常义是军战给叶软保命的底牌，不能经常示于人前，还是得找个得力的人保护较为妥当。军战好像开始相信他了呢。谢王爷关怀体恤。我不过是担心你把事情办砸了而已。好了，你下去吧。是，王爷。5日后，暴雨终于有缓下来的迹象。一处河道上，云哥正看着手中的安阳县地图，研究着这几日安排疏浚的部署有无错漏。少爷，他又来了。这个女子叫做柳双双，是安阳县总捕头的女儿。前些日子，柳双双组织一群女子自告奋勇的来帮忙，反而被困河道。云哥恰好遇到，就带人救了他们。云公子，这是我们亲手做的一些吃食，特意拿来给你尝尝。柳姑娘，我说过，上次只是举手之劳，你们无需如此。云公子为了我们安阳县的百姓不辞辛劳，我们不过是略表心意，你便收下吧。是啊，公子，双双颇通医理，这些都是药膳。如今这天气容易感染风寒，这是双双带着我们特意为您做的呢。柳姑娘通晓医术。是啊，我娘是开医馆的，我自小便跟着她耳濡目染，自然懂得一些。既如此，那柳夫人应该是对安阳县的医者权颇为熟悉。自然，我娘的医术虽然说不上卓绝，但在这安阳县也是颇有名气的。既如此，我倒是有一个不情之请。如今我表妹正领人四处传达灾后防疫的事项，若姑娘有心帮忙，便请姑娘与柳夫人一同替我召集一些识字且通晓基本药理之人，去我表妹那边相助一二，不知可否？云哥看叶软这些日子一个村子一个村子的四处奔波，回来还要替景王施针，甚是辛苦。若是能寻一些人来集中教授，再将他们分派下去，便无需表妹这般操劳了。这事简单，我这边去寻些人来。晚膳时，叶软听表哥说过了这事儿，也十分高兴。今日这事做得不错，软儿明年便要及笄了，你可得抓紧着点儿，别让别家的小子捷足先登啊！父亲慎言，若被旁人听到，恐会引起误会，有损软妹妹声誉。这里只有你我2人，哪里会让旁人听去？还是你也如旁人一般肤浅，只在意女子的容貌，不愿意娶你表妹？父亲说的什么话？表妹的容貌并没有不如旁人。那你啰嗦些什么？父亲，我知你与母亲是担心阮妹妹明年就要及笄，小时有那般恶毒，定会在她的婚事上做什么手脚，怕表妹来日所嫁非人，来日孤苦，所以想让我娶她。但是父亲，表妹不是什么物品，而是活生生的人，且她心思聪颖透亮，自然知道自己想要的是什么。今日既然话说到这个份上，我不妨坦白告诉父亲，我的确是心悦表妹，但这并不是因为父亲母亲的要求，而是我是真心觉得表妹是一个极好的女子，若她愿意嫁与我，我定会一辈子重她爱护她。但这只是我与她之间的事情，这世间的缘分重在两情相悦，你与母亲万不透露心中的想法，给她增加任何的心理压力。云少默了默，很是不赞同云哥做事这般磨蹭。行了，以后我不提便是，只是你既是真心喜欢阮儿，便别怪做父亲的没提醒你，凡事宜早不宜迟，免得将来自己后悔。我知道了，父亲。雨势慢慢缓和了下来，军战要求朝廷拨的防疫药材也送到了。云哥将手头的事部署的差不多后，便带人来和叶软一同熬制防疫汤药，组织百姓们前来饮用。天气在9月底终于转晴。阮姐姐，你要记得回来看我。你放心，我留下的那些医书你且慢慢看，如果有不懂的，别让人送信来叶府问，或者你自己询问也行。我知道的。阮姐姐，云大哥呢？他随大军昨日就启程回京了。阮姐姐，偷偷告诉你，其实我原先是有些喜欢云大哥的，但是我发现他的目光一直在姐姐身上，我可不是那种死缠烂打的人，所以我决定忘记他了，而且我觉得阮姐姐与他更相配。
希望下次见面之时，云大哥已经将阮姐姐娶到手了。其实叶阮这些日子也感觉到了表哥待她的特别，她渐渐联想起来几次去云府舅母的意有所指，当下便明白了过来，想来是舅母授意的。走了，不要磨蹭。你与那云府二公子要做亲？明年我便要及笄了，以萧氏的为人，不定要在我的亲事上做什么手脚。舅舅舅母应该也是担心我，才有意让我表哥与我亲近。那你自己如何想？若表哥不嫌弃我相貌才学不佳，其实嫁去云府倒是我最好的选择。舅舅舅母疼我，表哥又是谦谦君子，人品贵重，若娶了我，一定会与我举案齐眉。且表哥胸有沟壑，来日的前程也定不会差。还有最重要的，云府的男子不纳妾，以后后院也不会有那些勾心斗角的阿扎师，我也可以没有束缚地做自己想做的事。以表哥的心胸，定不会如普通男子一样将我拘于内宅。所以若是舅母前来提亲，我会答应。所以你心悦他？心悦？将一颗真心全部奉与他人的事他做过了，只是付出的代价却那般沉重，他不想再重来一次。若我嫁与表哥，自会敬他重他。王爷放心，云府如今与宣王府的亲事作罢，且舅舅不是那结党营私之人，我若嫁去云府，也不会影响与王爷所谋之事。罢了，便这样吧。他与他之间隔着一个不可跨越的曾经，本就是该成为陌路人的，如今不过是因利而聚罢了。若是叶阮嫁了人，或许他心中残留的那抹无法自控的情愫便能彻底消除。王爷，小心！君战心中忽而有一瞬的塌陷。为什么？此时的马车外，四面八方的黑衣人已经朝他们所在的方向奔涌而来。只是他二人加上景王府的侍卫，堪堪20余人。那些黑衣人看着却有100余之众，且个个身手不凡。长风长宁见他们招招狠辣，顿时也杀红了眼，出手皆是让人毙命的杀招。不断有人倒下，鲜红的血液瞬间染红了脚下的方寸之地。长宁，不同王爷的马车离开，来殿后。你去。长风快速飞身至马车上，从袖中抽出了一枚短刀，狠狠扎入前方那匹马的后侧方。那马受了刺激，顿时冲撞过人群，快速朝森林中跑去。而当马车消失在密林中时，一枚像烟火一样的信号弹从马车中射出，在空中炸开。长风渐渐驾着马车行至密林深处，一阵马蹄声却从他们身后传来。王爷，这些可是你的人？不是。这般部署，看来这幕后之人是想置我们于死地。不是我们，是我。长风，这马车上的人太多了，跑不快，将他们2人丢下去。王爷不要啊，我会自己跳下去，你带小姐走，求你带着小姐一起走。王爷即便有心将我们丢下后转道而将人引走，我与半夏也未必能活。若王爷愿意信我，此行向西行5里有一处悬崖，那悬崖极高，那我们从那里坠下去就可以甩开那些人，而且那悬崖下是一大片寒潭，我们尚有活下去的机会。什么？坠崖？对，王爷要快，他们马上就要追上来了。长风，照他说的做，马上。长风看了眼自将王爷，把心一横，即刻出了马车转道西行。此时也确实没有更好的办法了。军战此时看了看身后紧追而来的人，车上这么多人，以这马车的速度，怕是撑不过5里了。军战射得极准，还不待他们反应，5支箭又凌空而来。防御，分散而行。长风，你进来，我替你驾车。一会儿坠崖之时，你要牢牢护住王爷。他有腿疾，便是落入水中也无法存活。我与半夏熟识水性，你甭顾忌。谢大小姐，我不会水。什么？真是见鬼！半夏，你去长风那里，照着我的做。记住，掉下去的时候，你们要紧紧抓住彼此，不能分散，否则他不是水性，掉下去会有性命之忧。马车终于行驶到悬崖边，从悬崖上飞跃而出。凛冽的湖水让人感到刺骨的冰冷。军战年幼时也是识水性的，
此时腿不能动，手还能使上些力气。可渐渐的，失血过多的身体让他的意识开始不由自主地涣散。军战看了一眼正吃力带着他向上游，却终究渐渐与他一起下沉的女子。若是拖着他一起死在这里，也算是一种解脱。只是念头一闪而过，在意识即将彻底消失前，他终究还是将叶软往上一推，放开了手。我们一定不能死，那些人都还好好的活着，我们又怎么能先死？心中太过强大的执念，终是又给了叶软一丝力量，支撑着他将军战拖上了岸。大人，怎么办呢？西林人素来狡猾，去，让人准备绳索下去探一探，活要见人，死要见尸。叶软，军战出声唤着，只是地上的女子却一动不动，没有丝毫回应。又唤了几声后，军战心头一紧，这才发现他身上烫得惊人。军战的眼睛一动不动地盯着躺在一旁的叶软，心中一时千回百转。他没有放弃我吗？既你上一世能对我那般无情，这一世又为何不再狠心一点呢？孩子，对不起，对不起。孩子，是他与军里的那个孩子吗？他心中依旧这般惦念着。叶软，你醒醒！然而已经坠入梦魇的叶软丝毫听不到外界的声音，只继续低低地啜泣着。那压抑至极的哭声在石洞中回响，搅得军战的心里愈发烦闷。片刻之后，他看着似乎痛苦不堪、蜷缩成一团的女子，终是叹息一声，将叶软牢牢圈入怀中，骨节分明的大手轻轻顺着她已经松散的头发，似在无声的安慰。陷入梦魇的叶软只感觉有一双大手将她从那炼狱中拉了出来，那些残忍的画面也渐渐消失。晚霞，水。还好，已经退热了。听叶软说要喝水，军战有些无力地看了看自己残废的双腿，忽然格外厌恶自己这残破的身体。王爷，果然还是昏迷的时候讨喜一点，相互取暖罢了，你无需介怀。是，昨夜多谢王爷照料。王爷，如今我们一时离不开这里，不如我先去给您找点吃的。好。